就差最后5米了。只要登顶，我就是国内第1个完方这条线路的女攀岩手。记录就在眼前。我操！不是吧？我都快登顶了就要死了吗？我记录还没破呢！我的傻闺女啊，你本来脑子就不好使了，现在又被赵大公子那帮人推得撞破了头，万一醒过来更傻了，娘可怎么活呀？云禾，你醒了？你还有哪里疼？头晕不晕？肚子饿不饿？你说话啊，云禾！这是在哪儿啊？那帮王八崽子！我小妹以前虽然傻，但好歹能自己吃饭走路。现在他们把她推到石头上撞成这样，我这就去找他们算账。大哥，去闹小妹醒了，她知道你坏了赵公子的事儿，不得跟我们闹？那咱们就眼睁睁看着小妹傻乎乎的被他们当猴耍。这次是撞头，下次呢？下次会不会连命都没了？嫂子，若非兄弟舍命相救，我早已丢了性命。顾家大恩我记一辈子。这些粮食布铺，等你先拿着记，我定让我家光宗上门提亲，娶她为妻，绝不食言。小傻子，想见光祖胳膊，咱跟他穿1条裤子。只要你把家里的好吃的给我们，我们就带你见他。长乐村顾云禾，我竟然穿越了！别人穿越都是公主小姐，再不济也是一个正常人，怎么轮到我就成了一个智商只有3岁的傻子啊？没得治了，这姑娘的脑子也就跟3岁的娃娃差不多，能保住命就算万幸了。原主父亲救过赵光宗的爹，赵家为了报恩就跟他定下了娃娃期。云禾，那是家里最后半袋米了，你不能全拿走啊，咱们自己也要吃饭呀。这些吃的我要让人造给光宗。陈叔陈虎说了，我给他们食物，他们就帮我在光宗面前说好话，他们说光宗会娶我的。可原主拿不出粮食以后，这2人就立刻变了脸色，一点粮食都舍不得，还想见赵光宗？做梦！赶紧滚开！这2人太歹毒了，竟然欺负一个傻子，这笔账我记下了，日后必定一一讨回来。云禾，你说句话呀，你别吓娘！完了，真的比之前还傻了。老天爷，你怎么这么狠心啊？这个人怎么跟我的妈妈长得一模一样？云禾，别哭，你是不是告诉娘，娘这就带你去找那具畜生算账？你别跑啊，有娘在。娘，我真的好想你。小妹，你刚才是不是叫娘了？你之前连人都不认的。云禾，你这是清醒了？娘，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摔在地上撞到头之后，脑子里就清楚了很多。老天爷开眼啊！云禾不傻了，我闺女总算是清醒了，熬出头了，终于熬出头了。小妹，你真认得我们了？你记得我不？云禾，你看看我，你知道我是谁吗？还有我，大哥二姐，你是小弟。云禾，你现在还有没有哪里不舒服？头还疼不疼？我饿了。姐姐，家里就剩这点野菜糊糊了，你快吃。检测到可兑换物品，粗陶土碗可兑换粟米1份。没想到我居然觉醒了系统，真是天无绝人之路。有系统傍身，在这荒年里，一定能带着家里人过上好日子。这野菜糊糊连营养都没有，这小子还咽口水，看来他们也没吃东西。不如趁这个机会试一试系统到底能干什么。你吃。姐姐，这是给你的，我不饿。让你吃你就吃，哪那么多废话？我去厨房看看还有没有别的吃的。云禾，家里就剩那点野菜了，真的什么都没了，你可别往外送啊！娘，你放心，我就去厨房转转，看看有没有什么别的能吃的。娘，算了，小妹刚清醒过来，脑子估计还迷糊着，她想干什么就由着她吧。是啊，娘，妹妹刚醒，咱们别逼她，说不定她待会儿就想明白了。连粒米都没有，这日子过得也太惨了，就没有什么东西能让我兑换的吗？你看这个高品质紫檀木，稀有的，能换200积分，换不换？本神兽眼光不错吧？紫檀木，就这一截破树头子能换200分？别光震惊啊，换不换？换！收工，200积分，看到没？你是200积分的小富婆了，其中150本神兽的功劳。哼，200分，够换多少东西了？瞧，这是谁家的小富婆笑成这样，一点都不矜持。看看有什么能吃的。我看看，野菜糊糊，不，太 low 了。糙米饼不行，硬的崩牙。有了，这个大米精粮，50个积分一袋，换这个的话还剩150积分。本神兽算账可快了，喏，自己看，分毫不差。50积分换1袋大米，值。一家人都瘦脱相了，正好给他们补身子。算你识货，下次早点问本神兽，别自己瞎翻破罐子了。大米1袋，送货上门。以后不许换这么重的东西，本神兽的腰都要断了，明明没有腰。
这么久没出来，不行，我得去看看。这竟然是大米！娘，你们站门口干嘛？进来吃饭啊！你看你娘的表情，下巴都快掉地上。神兽出场费记得结一下。锅里煮的是啥？好香啊！都进来吧，今晚吃大米饭。真的是大米，白花花的大米。云禾，咱家米缸里1粒粮都没有了，你上哪儿弄来的？直接说空间兑换的肯定不行，这家人非得吓死不好，得编个像样的借口。我告诉你们，你们可别往外传。我撞晕躺床上那会儿，梦里创见天上神仙了。神仙说我命里带仙缘，特意出手点化我。锅里这些大米就是神仙赏给咱们家。神仙？对，他还说了，这事儿只能咱们关起家门私下说，半个字都不能跟外人提。要是走漏风声，咱们全家都要遭灾。二姐，神仙长啥样子啊？是不是跟白话里衣裳穿一身白白特别好看？神仙一身仙风道骨，咱们凡人嘴笨，根本形容不出那种模样，只可意会，不能言传。真是老天爷开眼，我家云禾有大福气，老辈人都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，这下总算应验了。娘，白米饭好香啊！我都好久没有吃过白米饭了。都站着干嘛？吃饭。我快3年没见过白米饭了。慢点吃，别噎着。接下来就是怎么兑换更多的积分了。小妹，那边林子密，我去那边看看有没有树根能挖。你就在这儿，别走远。知道了，大哥，你小心点。哟，这不是顾家那个小傻子吗？挖到什么好东西了？给哥哥我瞧瞧呗。傻子就是傻子，这种毒菌子也敢挖，不怕把你全家都毒死？虎哥，他脑子本来就不好使，你跟他讲什么毒不毒的，他听得懂。傻子，还不赶紧把好东西拿出来，不然我可不会帮你。永远别嫁给他，看不看？小傻子，哥哥我还能在光总面前替你说2句好话，不然的话，你永远别想嫁给他。我没找上你们，你们倒自己送上门来了。今天正好新仇旧恨一起算。你居然不傻了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既然你们的福，之前的账咱们一笔一笔慢慢算。啊！放手！放手！贱人，快放开我哥！你疯了，还不赶紧放开我，不然我可要告诉赵光宗了，你这辈子都别想嫁给他。你说赵光宗啊？想说尽管去说好吧。这一拳是教训你们仗势欺人，这一拳是教训你们欺负一个脑子不清楚的人，这一拳是教训你们逼我偷家里的粮食。别打了，别打了，求求你们饶了我吧，我们真的再也不敢了。既然知道错了，把你们踢翻的军瓜给我一个一个捡起来。以后看见我绕远点，再敢来招惹我，别怪我不客气。还有回去告诉赵光宗，我顾云鹤迟早有一天会跟他算算，从我这里拿走了哪些粮食，我快都给我吐出来。是，一定带到，一定。爽，总算是替原主出了一口恶气。检测到前方有野生灵芝，可兑换积分100分。本神兽大老远就闻到了，换不换？兑换！叮，兑换成功，积分从150整到250。本神兽的效率就是高。这么多积分，正好可以给家里换点肉，让他们好好补一补。有没有人啊？救命啊！是大哥的声音，糟了，大哥出事了！等等，本神兽，你跑那么快干嘛？本神兽的短腿跟不上啊！小妹，你别过来，快跑，回去叫人！大哥，你坚持住，我会想办法救你的。你能有什么办法？这可是熊啊！听大哥的话，赶紧跑吧！有没有能对付熊的东西？刀不行，近身太危险。长矛也不行，一击不中就完了。我看看，哎，这个不行，那个也够呛，熊可是大家伙。小妹，大哥今天怕是交代在这儿了，回去告诉娘，让她别太难过。你现在有神仙保佑，是家里最有本事的人，以后家里就靠你了。你给我闭嘴！我说过，有我在，不会让你死的。这个，加特林200积分，换！兑换！妈呀，这么大个家伙，吓死本神兽了！小妹小心，黑瞎子冲你来了！小妹，去死吧！打倒了！本神兽选的加特龙厉不厉害？等等，200积分啊！你积分只剩50了，省着点花。大哥，还不赶紧下来？熊已经解决掉了。我的个亲娘嘞！小妹，
你手里这个会冒火的棍子是啥东西？我刚才明明看你手上啥也没有，怎么一下子就冒出来了？顾家丫头，你手上拿的啥？我刚才可都看见了，那黑匣子扑过来，你手里白光一闪，就多了个铁杆子，然后噼里啪啦一通响，那么大一头熊就倒了。糟了，动静闹得太大，把全村人都引过来了，得赶紧找个说法糊弄过去。各位叔伯，你们也知道我前几日撞了头，差点没命。我躺床上那会儿，梦里有位神仙说我命里带仙缘，特意点化了我。这个东西就是神仙赐给我关键时刻救命用的。没了，真没了，就这么变没了。神仙显灵了，真是神仙显灵了。系统可以随时收拾这些。你看他们下巴都快掉地上了。行了，都别围着我小妹了。大哥，各位叔伯，现在天也不早了，我们大家赶紧把肉分了，各回各家吧。我娘还在家等着，回去晚了该担心了。这是一头熊够全村吃好几顿了，娘和弟弟总算能补补身子。这次干得不错，本神是勉强表扬你一下。野猪冲过来了！小北小心！都出去这么久了，怎么还不回来？妍儿和云禾该不会出什么事了吧？娘，大哥力气大，云禾又刚清醒，说不定俩人在山上多挖了些野菜，再等等就回来了。阿康，你怎么跑成这样？你大哥和二姐呢？娘，二姐、三姐和大哥带了好多肉回来，一整头野猪呢。你说什么？我不是眼花了吧？那是野猪，这么大头野猪，顾家丫头走了什么大运？云禾啊，我的好侄女，你们这是进山撞了多大的运啊！天老爷，这么个头野猪，够咱全家吃半年了。就是运气好，在山林里碰到的，没啥。云禾啊，你可得想着你爷爷奶奶，你爹走了以后，他们2年没闻过肉味了，天天啃糙饼子。还有你二婶家那2个小的，瘦得跟柴火棍似的，晚上饿得直哭。你是当姐姐的，得帮衬帮衬啊。当年父亲刚死，他们连夜搬了个干净。二婶说笑了，当初赵家送来的那些谢礼，不是都让您帮着保管了吗？还有我那几匹好布，二婶说回头给我做新衣裳，这衣裳在哪儿呢？我到现在都没见着。陈氏，你还有脸来？当年抢人家孩子东西家清醒了，你又来装好人。你们胡说八道什么？我那是帮孩子保管，你们少血口喷人！既然是帮忙保管，那就请二婶将这些东西还回来吧。正好我娘他们还缺一身新衣裳呢。你这孩子真是狗咬吕洞宾，不是好人心，我懒得跟你计较。多谢各位乡亲仗义直言，等我处理好这些肉，一定给之前帮我家的几位大叔送些过去。大哥，我们回家。云禾，这头猪真的是你猎到的？是啊，娘，你可别忘了我是有神仙保佑的人。咱先切一大块瘦肉送给帮咱们的2个大叔，剩下的猪肉一半腌成腊肉存起来，另一半明天拉去县城换米面，行不？禾儿，要不再割一块给你爷爷奶奶送过去，那终究是你爹的爹娘。娘，老宅那边以前怎么对咱们的？你还想着送肉过去？小妹说的没错，那些肉咱们留着换粮食，没必要白白送过去。你爹走得早，咱们做儿女的该替他给二老尽孝，不能落下村里人的闲话。娘，自打爹没了，老宅那边怎么搓磨咱们，你都看在眼里。每次上门不是抢东西就是要钱，半分体恤都没有。荒年咱们孤儿寡母过日子太难，要是彻底断了来往，往后村里有人欺负咱们，连个撑腰的长辈都没有。咱们还有舅舅就疼你，对我们兄妹几个更是掏心掏肺，有啥事舅舅肯定帮咱们。哪有出嫁姑娘总回娘家靠哥哥的道理？之前实在是家里5张嘴熬不住，才厚着脸皮收下娘家接济。罢了，你们还小，等你们长大成亲了就懂了。既然你们都不肯去送，娘总说一家要互相帮衬，可爷爷奶奶、二叔二婶自打爹走，待我们还不如外人。奶奶上次还抢我挖到的野菜，一点都不疼我。他们从来就没有好人。二叔以前喝醉了在家撒泼，连爷爷奶奶都动手打，还是爹出手教训，他才跪地发誓再也不碰酒。结果呢，拿咱家的粮食，我们快饿死了也不帮忙。正好借二叔醉酒闹事，让娘亲眼看看老宅这群人的真面目，省得他总念着亲情。大哥，咱俩去找娘。今天二婶在咱们这儿受了气，娘这次去老宅恐怕会受欺负。姐，你就在家看好康康，我们很快回来。以前这丫头脑子不清醒，有口吃的就往外面那几个泼眼手里送，如今拿着那么多肉，估计又送走了。娘，要不咱们趁早拿点粟米去大哥家跟刘翠花说道说道，把那些猪肉换回来，不仅能给家里孩子开开荤，还能换到不少银子，这个荒年就不愁了。粟米金贵的很，不能动，随便拿2块糠饼糊弄糊弄就行了。等老二回来，让老头子带着你们去顾家把肉拿回来。我先拿饼出去，等老二回来，你俩再去找我。爹，开门。这是禾儿进山猎的猪肉，孩子心里一直记着爷爷奶奶，
特意切了一大块，让我拿来孝敬他爷爷奶奶。可真是赶巧了，你爹刚才还念叨着要拿家里的烤饼给你们送过去，没想到你倒是先上门尽孝了。这肉沉得很，你别拿着累手，快把肉给我，我帮你拿进屋好好收起来，晚上正好给二老加餐。你买这酒干啥？难不成你还要送给那些无赖？唉，原主留下来的印象太深了，还是要一步一步来。不是的，大哥，这酒是专门给二叔买的。娘总顾念亲戚情分，看不清老宅人的坏心思。今天正好借着二叔醉酒，让他彻底死心。二叔，回家啊！云禾，你这妮子会认人了。云禾清醒的事，大半村里人都知道了。二叔整天在外转悠，竟然不清楚。是啊，多亏上天保佑，这不买了酒，拿去老宅让大家开心一下。他要是拿去老宅，一准没自己的份儿。云禾现在脑子清楚了，知道想着老宅，真是好孩子。这酒就给我拿着吧，我帮他们尝尝。上钩了，一切都在计划之内。荷儿、阿良，你们俩怎么也跟着过来了？娘，我和大哥不放心你一个人过来。我的天，老爷，你竟然偷偷喝酒！家里粮食都紧缺，省吃俭用都填不饱肚子，你还乱花钱买酒糟蹋，日子还过不过了？酒呢？家里还有没有酒？赶紧给我拿出来！咱家没有酒。顾云和他娘手里拿着猪肉，他们家肯定藏了好酒，你快去跟他们要。云禾，你买的酒在哪儿？赶紧拿出来给我喝，别藏着掖着。酒方才在路上就被你抢走喝完了，我这里已经没有了。你个杀千刀的酒鬼，真敢动手砸我，疼死我了！哎呦，我的儿啊！他没事，晕了而已，明天就醒了。顾云禾，你真是越来越放肆了，竟敢对亲长辈动手，简直是目无尊长，不知礼数！我看你就是故意的，故意买酒灌碎你二叔，好好的家宅被你搅得鸡犬不宁，你安的什么心？都给我住口！你们摸着良心好好说说，今天到底是谁在挑事儿？我女儿好心买酒想着亲人，是他二叔，二话不说抢酒喝，他不买酒能有这事儿？我的命怎么苦啊？吃不饱饭还要受你们家的欺负！谁欺负你？明明是你心狠自私。刚刚他二叔醉酒发疯，你拿我孩子当棍子。云禾不计钱帮你们解决麻烦，还要受你们指责。我怎么有你们这般凉薄自私的亲戚？话不能这么说，孩子保护长辈天经地义，到你嘴里怎么成了凉薄自私？这就是我孝顺的爹娘。从今往后，我一家与老宅各走各路。荷儿、阿良，我们走。我生了，我生了，是为娘，姐姐，你们咋跑得这么急？老宅那边有人欺负你们吗？是不是二婶又为难你们了？往后咱们跟老宅少来往。我原先还以为他们能当你们的靠山，谁知道他们心里半点没装着咱们母子几人。娘别难受，咱们一家人齐心协力，日子照样能过红火。小妹说的对，以后咱们少跟老宅走动，省得受气。好，娘听你的，以后不跟他们多劳碌。小妹，哥，你咋还特意跑一趟，还拎着粮食？我估摸着你家里粮食也快吃光了，这袋粟米你收下，好歹能填填肚子。我们不能总麻烦你，这粮食你拿回去。而且我们家现在已经不缺粮食了。嘿，你还跟我客套起来了？你们日子多难，我们都看在眼里，先顾好活命要紧。这粮食你就收下吧。舅舅，娘说的是真的。今天我进山捡到不少肉，家里真的不缺吃的。粮食你带回给表弟妹妹，正好你带点肉回去给弟弟妹妹们开点荤。不行不行，我不能要这肉。舅舅要是实在过意不去的话，明天不如陪我去县城里卖肉。行，我家里有板车，明天陪你们一块去县城卖猪肉，人多也安全。现代养出来的好猪肉，没合适调料白水煮，味道实在难吃。荷儿进山忙活一天，多吃点肉补身子。今天全靠小妹，咱们全家才能吃上肉。
你是家里最大的功臣，多吃点。你才刚恢复神智，身子亏空的厉害，千万别舍不得吃肉。我之前是个傻子的时候，在村里闲逛，看见有人做卤肉，闻着香得很，我去下厨做一顿给大家尝尝鲜。好好的鲜肉，别被胡乱折腾糟蹋了，老老实实用清水煮着吃也挺好的。娘放心，我心里有数，保管做的好吃。要卤肉了是吧？本神兽闻着味儿就醒了。需要兑换卤肉调料是吧？葱姜八角酱料卤料包，本神兽都给你记好了，按之前攒的积分绰绰有余。葱姜勾，八角勾，酱料卤料包勾，搞定！本神兽的效率就是高。啊切！这个八角劲儿真大，本神兽的鼻子要罢工了。等卤熟出锅，这香味绝对能让全家馋得直流口水。本神兽先馋为敬。娘，这肉也太香了，我从来没闻过这么好闻的味道。太好吃了！长这么大，我从没吃过这么香的肉。荷儿，你这卤肉到底放了啥东西？味道咋这么绝？就是几样寻常草药搭配着煮，没啥稀奇的。草药还能煮肉，还真是听都没听过。世间竟有这般神奇的做法，改天你也教教我。哥，咱们明天天不亮就去找舅舅，到时候我们就推着2筐猪肉去县城卖。行，我明天一早就起，保管不耽误事。日上云和吃啥，天天念着赵光宗，但人家高门大户怎么不娶我家云和这乡下傻姑娘？这次进城千万别撞上赵家，惹出祸。小妹从小就念着这位赵公子，现在清醒了，怕是会直接去找他。但是城里高门大户哪会看上我们乡下人？如今又来这儿，万一碰上赵家的人，那帮人可不是善茬。小妹，咱们换一家吧，这条街上还有3、4家酒楼，没必要非得来这家。我怎么忘了，原主是傻子的时候，天天念着赵公子。大哥估计是担心了我会痴缠上那个赵公子。大哥，我是来做生意的，又不是来找人的。醉仙楼是县城最大的酒楼，他们给的价肯定最高。你放心，我心里有数。今天若是真遇上赵光宗，正好当面把婚约解除了。哎，干什么呢？要饭去后门，这是正门，不是讨饭的地方。我不是来讨饭的，是来谈生意的。去把你们掌柜请出来，我手里有上等新鲜野味，是整头野猪。若是耽误了你们的买卖，这个责任你担不起。你一乡下丫头还有野猪，别是山沟里捡的死猪烂肉来糊弄人吧？去，别挡着我们做生意。少狗眼看人低，赶紧把你们掌柜叫出来。我们掌柜哪是你能随便能见的？乡下丫头别痴心妄想。门口吵吵闹闹的干什么？掌柜，我这里有头野猪，想卖给酒楼。野猪？对，野猪。掌柜先看看货再说。确实是上等的野猪肉，姑娘怎么称呼？顾云和。公子，方才下人来报，顾云和今日进城了，还推着一车野味去了福满楼。看这架势，大概率是来找您，想要履行婚约的。你说什么？顾家这群人真是脸皮比城墙还厚。当年不过是家里长辈随口提了一嘴的口头婚约，我压根就没认过。一个痴傻丫头，乡下泥腿子，也配做我赵家正房夫人？简直痴心妄想！走，跟我去酒楼，我倒要看看他今天想耍什么花样。光宗，顾云和，咱们今天当面说清楚，从前那门婚约我现在退了。你这个脑子不清醒的傻子，门第项目哪一样配得上我？趁早死了这条心，别来纠缠我。婚约我本来就不稀罕，退了正好，我还没有找你算账。因为这场婚约我可是受了不少欺负。我们村的陈虎和陈树你认识吧？什么虎啊树的？不知道。你是受他们欺负了，活该。说到底全是你家那群乡下泥腿想要攀附我，不然你怎么会受欺负？自食恶果。当年我爹拼了命救下你爹的性命，你们赵家不知感恩就算了，你还这么羞辱恩人的孩子，简直是恩将仇报。往后离我远点，别再来碍我的眼。当初我家接济你们顾家不少钱粮布匹，那些东西早就够买你全家的命。我家好心没让你们成为我家家奴，你别不知好歹。你肮丧的泥腿子，竟敢动手打我！这赵家小子欺人太甚，今天我非得给他一点教训不可！大哥，你先冷静，这事交给我处理，不用你动手。喷他！本神兽看好你。你们都傻站着干什么？赶紧上去给我收拾他！住手！
姑娘，方才犬子胡闹，你身上有没有磕着碰着？我人没事。今日赵光宗已当众提出退掉和我的婚约，方才我也亲口应下，咱们今日就把这门婚事彻底了断。丫头，当年你爹舍命救我，我为报恩提出这份婚约，哪能说作废就作废？光宗就是年少轻狂不懂事儿，回头我关起门狠狠教训他，让他不敢欺辱你。这婚事咱们照旧，别一时赌气断了自己前程。老爷不必再劝，方才您儿子当众把我往泥里踩，又是骂我痴傻配不上他，又是说我顾家穷酸低贱，这般折辱我，这婚约我说什么都要退，半点商量的余地都没有。爹，难不成你真要我娶一个从前脑子不灵精的傻子进门？我赵家在县城也是有头有脸的人家，我要是娶了她，往后出门都要被人戳脊梁骨，我绝对不娶她的。你要是念着当年顾家的救命恩，那这份恩情你自己扛，别拿我的婚事还债。实在不行，你自己纳她进门。你这个孽障，满口混话，不知感恩。当年若无顾老伯舍身相救，咱赵家哪有今日风光？人家姑娘本本分分，你反倒百般屈辱，还说出这种大逆不道的混账话，还愣着干什么？哪不把他嘴堵上，压到一旁去，别在这丢人现眼！姑娘，实在对不住，都怪我平日里太过溺爱这逆子，把他养得骄横无礼，不懂知恩图报。今日让你受了天大的委屈，我这个做父亲的给你赔个不是。方才你说要退婚，我也明白你的心思，是我赵家对不住你，这门亲事我不再强求。当年赵家补济我家的钱粮，我记在心里。今日这块肉还给你们，算是抵了往日所有恩惠。从今往后，婚约就此作废，顾家、赵家彻底断了往来，谁也别再找谁的麻烦。好，依你所言，两家从此一刀两断，再无任何瓜葛。把公子捆着带回去。没有我的允许，不许他出门。是。这么的一桩烦心事，总算彻底了结了。姑娘你好，我是来福酒楼的掌柜，想跟你谈个生意。我想把你这半扇野猪肉全部收走，价钱绝对给你市面最高价，绝不亏待你。掌柜爽快，我也不绕弯子。现在年成不好，家猪肉都难买，更别说这种深山野猪，肉质紧实。你既然诚心想收，市价多少你就给我多少。行，如今镇上猪肉1文钱1斤，你这野猪肉稀缺，又是整扇好肉，我给你溢价3成。成交。多谢姑娘。实不相瞒，再过几日，朝廷巡抚大人就要下乡巡查民情，县令这段时间日日发愁，拿不出上等稀罕食材招待大官。你这野猪肉正好能解他燃贼之急。以后你要是再进山猎到山鸡、野鹿这类稀罕野味，一定送到我来福酒楼，我一样高价收，绝不压价。我手里食材品质你放心，以后我进山打到货，第一时间送你店里。巡抚特地下来查灾情，可眼下全境大旱，田地干裂，寸草难生，就算大官来了，又能有什么根治旱灾的实在法子？想再多也是哭想。先顾好家里一家人的温饱，囤足粮食，才是眼下最要紧的事。这么大一锭银子，这下咱们家囤粮、添置农具全都不愁了。这野猪肉果真值钱，这下你们一家总算能熬过这难熬的荒年了。舅舅，今天辛苦你了，这是你的。这可使不得啊！好不容易赚了钱，自己好好收着。我今天来也是昨天给了我好些肉，快收着。舅舅，你就拿着吧，不然以后有事，我们怎么还好意思让你帮忙？哎呀，你这，那我就先收着。这是你的，哥好好收着，不许学舅舅那一套。我帮你收着，回家统一交给娘保管。走，我们回家。自从云禾脑子清醒之后，家里的日子是越过越好了。往后咱们再也不用挨饿，想想都开心。娘，这些银子你收起来，家里万一有急事能应急。娘好好守着，不乱花，都留着给你们置办东西。如今大旱迟迟不肯退，田里蚂蚱泛滥成灾，旱灾叠加蝗灾，再过一阵子村子就要闹更大的饥荒，咱们必须提前做好准备，存粮种菜。我之前为了变聪明看过一些书，其中有本中有记载过耐旱增产的种植法子。我没这话当真，要是这种法子，咱们荒年就能活下去，不用再草根充饥。可地里蚂蚱现在越来越多，再过一阵野菜都要被啃光了，咱们能有什么办法呢？大哥放心，问题是一个个解决的。咱们明天一早先去后山开荒，试着种菜，等菜种成功了，再考虑这些问题。好，我全都听小妹安排。小妹，你来回盯着土地看啥呢？有啥讲究吗？这片坡地土层干硬贫瘠，普通菜种根本活不了，不如用系统兑换耐旱蔬菜种子。大哥，今天咱们先把这片坡地清理干净，开出几块菜丘种菜，以后咱们自家就能吃上青菜。这片山坡是我家祖传的地界，不准你们顾家开荒种菜，赶紧把锄头交出来，滚下山！听见我们三哥的话没有？这地是三哥的私地，你们赶紧走人，
别在这儿赖着占地！你少在这里仗势欺人！村里的分山大账清清楚楚写着，这片荒地归全村公有，谁都能开荒，凭啥成你家的了？什么强账不公账的？在这后山我说了算，你们顾家穷得叮当响，也配占山地种地过日子？赶紧滚蛋！三哥在村里说了算，这地就是他的，你们不识趣，再不走别怪我们不客气。村里分山凭证，家家户户都有存档，白纸黑字做不了假。你当众撕毁凭证，本来就是你理亏为归。凭证能值几个钱？在这后山地界，我说是我的就是我的，谁来都不好使。荒山闲置多年，无人打理。我们兄妹辛苦开荒整地，凭力气种地糊口，没偷没抢，更没占任何人的便宜。上去，把他们刚整好的土地全给我踩平扒乱，我看他们今天还怎么种地。你这铁器从哪儿来的？少拿这些东西吓唬我们，我们可不怕。再敢找我麻烦，我就拿着分山凭证去找李正评理。到时候你不仅要赔我损坏土地的损失，还要当着全村人的面道歉。我们站里又有凭证，不怕跟你们去对峙。今天这事儿必须说清楚。行，顾云和你厉害，今天算你们走运，你给我等着！这事儿我绝对不会善罢甘休。李正，你可得为我做主啊！后山那块祖传坡地被顾家那对兄妹强行霸占不说，他们手里还握着锃亮的锋利听器，二话不说就上来恐吓我们，差点动手殴打我们。今日要是您不主持公道，我们往后连上山落脚的地方都没了。我不能单凭你一人说辞下定论，我现在就随你一同上山实地卡证。倘若今日是你无事生非、撒谎诬告他人，按照村规，我定然不会对你轻饶。李正，您放心，我说的句句都是实话，您尽管上山卡证，要是有半句虚言，我任凭村规处置。经过核对，这片荒地归属全村公有山地，并非王三一家私产。你无任何凭据，便私自宣称山地内归自家所有，还当众撕毁分山凭证，带人推倒顾家兄妹辛苦开垦的菜基，损毁他人劳作成果。整件事所有过错，全部都在王三一人身上。方才王三带着2名跟帮冲上坡地，不由分说就推倒我们清理好的土基，一众乡亲全程都看在眼里，都能为我们作证。李正，我全程都看得分明，方才是王三率先动手推搡顾良，还指挥跟巴踩踏菜球，根本不是顾家兄妹主动招惹他。就是这些年王三仗着身强力壮，常年抢占各家的山林捡拾的柴草，村里不少人家都受过他的亏，我们所有人早就憋了一肚子怨气。你仗着人多横行乡里，随意侵占公共山地，损毁他人劳作田地，现在立刻亲手将所有被你推倒的土衣全部修整复原，再到顾家兄妹面前诚心赔礼道歉。若是往后再敢寻衅滋事、欺压邻里，我会直接整理全部证据上报县衙，依照律法治你的罪责。我知道是我错了，现在就去把菜地修整妥当，向顾云和和顾良赔罪。多谢李正明察秋毫，愿意为我们兄妹主持公道。今日若是没有您，我们辛苦开垦的菜地就要白白被毁了。荒年粮食蔬菜最是金贵，你们主动开垦荒地，自给自足，不给村里增加负担，是一件大好事。往后开荒若是遇上难题，缺少水源浇灌，或是不足农具耕具，尽管直接来村中找我，我也会当众叮嘱全村村民，不可随意上山打扰你们打理菜地。多谢李正体恤关照，后续真遇上难处，我再来登门叨扰您。今日才算看明白，顾家姑娘有理有据，做事强硬有分寸，往后可不能算计人家的东西了。小妹，你瞅瞅这一大片菜地，就凭咱们兄妹俩来回挑水，哪里顾得过来？这老天爷连日不下雨，温度又这么高，再过2天浇不上水，撒下去的种子就算发了芽，也得活活晒死。哥，你别愁眉苦脸的，我早就琢磨出不用人力挑水的办法，咱们搭个云水的渠，山泉能自己流到菜场里。你看这图纸上画的，咱们砍竹子结成一节节竹筒，配上木塞和高低支架，顺着山坡的坡度搭起来，低处山泉的水就能顺着竹筒一路引到坡上，根本不用人费力去挑。啥？竹筒还能引水？活了这么大岁数，我从来没听过这么巧妙的法子，真能管用。坡度是关键，咱们按照图纸上的尺寸来做竹筒，搭的时候一层比一层略低，水顺着地势自然流动，不会积住，也不会倒流。咱们现在就动手劈竹做配件。我的天，这法子也太神了！往后再也不用扛着扁担来回折腾，省下多少力气！水渠先通水稳定一阵子，等土润透，咱们就撒菜种。妹子，
这种子看着跟咱们平时挖野菜收的籽儿差别老大，真扛得住这大旱天儿。哥，你放宽心，这是专门耐干旱的好种子，就算连着10几天大太阳，只要渠里有水，照样能长出嫩青菜。今天从开荒搭水渠到整地，忙活整整1天，菜地总算安置妥当了。明天一早咱们再上来照看。等这些菜苗长大采收，自家就能顿顿吃上新鲜青菜，不用啃草根。多出来的还能挑去镇上集市卖掉，换些铜钱补贴家里，多囤些米面粮食，熬过这场大旱。等这批菜成熟，咱们挑一部分去集市换银子，多囤点粟米白面，再也不用天天挖野菜充饥。行，啥事儿都听你的。有了自家种的青菜，咱们再也不用顿顿啃难以下外的野菜，想想都舒心。都怪你给你二叔送酒，害得他醉酒在家撒泼闹事。今天你必须分我大半猪肉，再拿不少银子补偿我。二婶，二叔闹事，你应该去怪二叔，来找我要东西干什么？要不是你给他酒，他能喝？你这孩子一点不孝顺，我家日子难熬，全是被你拖累的。他二婶，剩下的猪肉我孩子还要吃，实在不能分给你，你多体谅一下。我家2个孩子也好久没沾婚了，你是他们亲大娘，分我一点肉怎么了？哎呀，我的命怎么这么苦？前些天娘已经将1大块猪肉送去老戴尽孝，二叔醉酒是他自己贪醉，跟我没有半点关系。以前我脑子不清明，你们不断上门索取，如今我不会再无底线忍让。一家人分点肉还要计较，你也太冷血了。从前所有事我全都记在心里，如今你们落到这个地步，全是你们自己自作自受。我警告你们，以后别再来找我们麻烦，否则别怪我不客气。和儿啊，二婶知道之前是我不对，我嘴碎，我贪心，我改还不行吗？你现在能干有本事，猎得到野猪，手里还有银子。肉是我拼命进山打来的，银子是我辛苦挣的，跟你们老宅半毛钱关系没有。你们想占便宜，做梦！老宅一大家子过得紧巴巴，你好歹也姓顾，就可怜可怜长辈，分我们一点肉，接济我们几两银子，也算你尽了孝心。二婶这话就别再说了，之前我家困难吃不上饭的时候，你们可没半点可怜我们。现在我有东西了，你们就跑来装可怜要好处，天底下没有这么便宜的事儿。今天彻底得罪二婶，往后老宅那边指不定怎么在外说咱们闲话。亲戚之间贵在互相体谅，咱们一味退让，只会助长他们无休止的索取，守住咱们一家人活命的粮食肉食，没有任何错处。道理我都懂，只是怕全村人说咱们不孝。咱家的事儿，村民都看在眼里，谁贪心算计，谁蛮横不讲理，大家心里都明镜似的，咱们问心无愧。我说云禾，这片后山荒地本就是全村大伙共有的，你不过是先来开了块地，长出菜苗，凭啥自己独吞？必须拿出来平分给村里人。各位乡亲，你们看，这菜苗才刚冒头，根子还没扎稳，长势弱得很。眼下这点苗，仅仅够我们一家人日常填肚子，实在分不出来。妹子，你行行好，我家里几个娃天天啃草根，许久没尝过青菜滋味，我拿这点野菜跟你换几株菜苗行不行？婶子，这片坡是我和大一锄头一锄头清出来，云水竹董、耐旱种子全是我花本钱换来，前后后费了不少心力，实在没法白白送人。地是公家的地盘，就算你收拾过，长出东西也该全村分，凭什么你一个人占着？公家荒地人人都能开垦，可这片地是我兄妹俩起早贪黑开荒打理，工具种子全是我自掏腰包置办，地里产出自然归我们自家。都是一个村子抬头不见低头见的乡里乡亲，几株小菜苗而已，你何必这么小气？你们大家也别着急，等过阵子菜苗长壮能分株移栽了，我平价少量卖给大伙，到时候谁想要再来买就行。还要掏钱买，就不能顺手送我几株？多大点事儿！这顾云鹤眼里就只有自家日子，半点乡里情分都不顾，太自私了。我看这顾云禾就是藏着能吃饱饭的好法子，故意瞒着全村，自私透顶，一点好处都不肯分给同乡。平白无故大旱天种出这么旺的青菜，我怀疑他是沾了什么邪道术，指不定会给咱们村子招来祸呢。云禾，这样下去不是办法，乡亲们对你的意见一定会越来越大的。放心，我有办法。李正，今日前来是想跟您说清后山菜地的事。你慢慢讲，到底出了什么矛盾？我自行开荒种菜，村民强行上门讨要菜苗，讨要不成四处散播谣言，排挤我们一家。竟有这种事？后山那片荒坡多少年没人打理，荒草都长半人高，全村谁愿意费力气开荒，那地就归谁打理，这是村里早年定下的规矩。我也是靠着这块菜地补贴家里，
我弟弟年纪小，整日吃不饱肚子，好不容易种出点菜苗，这群人眼红，3天2头堵在我家门口嚼舌根，说我藏私不懂体恤相邻。我不肯白白送菜苗，转头就编排我心狠物私，连带着我家里人出门都被指指点点。这捆菜苗是我特意带来给您的，不是送礼求情，就是想让您看看我辛苦照料出来的菜苗长势多好。我不是小气不肯分，可他们张口就要大半，一点活路都不给我们留，换谁也没法应下。我心里有数了，规矩摆在这儿，开荒所得本就归自家，旁人没道理强行讨要。我这就召集村里人说清楚，谁在无端造谣滋事，一律按村规管束。荒地是顾家兄妹自行开垦，种子、云水器具全由顾家独自置办，地里产出的菜苗归属叔家，任何人都不能强行上门索要。当年大家日子都不好过，邻里之间应当互相体谅，不能随意散播谣言，排挤同乡。可荒地本就是公家的，顾家独占说不过去。公家荒地人人可开垦，谁开垦谁打理，产出便归谁。这是村里早年定下的规矩，我定下规矩，后续顾云和菜地分株之后，愿意平价对外售卖菜苗，有需求的村民可以拿钱上门采购，禁止上门强行讨要。我遵守里正定下的规矩，成熟菜苗平价出售，绝不漫天要价。既然可以花钱买，那咱们也不必再到处说闲话了。小妹，还是你有办法，咱们以后再也不用担心村民来找麻烦了。这日子真是太难熬了，这都大半个月没下过一滴雨，天天大太阳暴晒，地都干裂开缝了。你看这些菜苗，再这么耗下去，非得全部旱死不可。荷儿，咱们辛辛苦苦种的菜，这下可怎么办啊？哥，你别发愁，苗死不了，我有办法能救活他们。都干成这样了，还能救？你先别多问，赶紧回家，把家里的水桶、水瓢都拿过来，我等你。荷儿，东西拿来了，到底怎么救？你把这包东西全部倒进桶里，兑满清水，搅匀化开。之后每一株菜苗根部都轻轻浇上一点，不用浇太多，刚刚好润透根部泥土就行。等蔬菜成熟丰收，就能补贴家里的口粮，还能拉去县城售卖。公子，这几日顾云和可是越发威风了，后山种出一整片绿油油的青菜，全村人都羡慕。听说他还打算等菜长熟，就拉去县城酒楼卖，手里有银子，地里有菜，日子真是一天比一天红火。全是拜这个顾云和所赐。他当日在大街上动手打我，还逼得我爹被当众退婚，害我挨了一顿板子，关在这破院子里禁足3日。他还想靠几颗破青菜翻身赚钱，简直是白日做梦。你们趁着今夜天黑，偷偷摸去后山顾家的菜地，带些10根的药粉，整片菜窖全都撒上。我倒要看看，没了这些菜苗，他还拿什么过日子？办利索点，别留下半点痕迹，免得被人抓着把柄。云和，大事不好！你赶紧去后山瞧瞧，你辛辛苦苦种的那些菜苗，一夜之间全蔫了。你说什么？这什么味儿？熏得人头晕。昨天还好端端的菜苗，一夜就烂成这样，肯定不对劲儿。我就说吧，他这菜种的邪门，大旱天满山枯黄，就他家菜苗绿油油的，这不是妖术是什么？现在好了，老天爷看不过眼，收回去喽。哼，前几日我就说了，这丫头撞了头醒来就神神叨叨的，不是中邪就是沾了不干净的东西。如今菜地遭反噬了吧？难道真是邪术反噬？那咱们离远点，别沾上晦气。这不是什么邪术反噬，这是有人趁夜里偷偷摸上山，往菜地里投了毒。投毒？谁这么缺德？荒年毁人庄稼！这布料是细棉布，染的是靛蓝，咱们村没人穿得起这种料子。这鞋印底纹整齐，不是草鞋印，是城里鞋铺卖的千层底布鞋踩出来的。能在半夜摸黑上山，知道菜地位置，还用得起10根药粉的人，只可能是城里赵家派来的。你少血口喷人！赵家是大户人家，怎会跟几棵菜苗过不去？说不定是山里的野畜生踩的。野畜生会往土里撒药粉，野畜生身上会掉靛蓝棉布。这确实是布鞋印子。二婶儿，你刚才不是还说顾丫头邪术种菜吗？怎么这会儿又帮着外人说话了？大哥，下毒的人一定还会回来，他们要把残留的药粉和脚印清理干净，不能留证据。你的意思是？今晚我们埋伏在后山，等人来。各位叔伯，今天的事大家都看在眼里。我顾云和种菜凭的是汗水和法子，不是什么邪术。今晚还请各位不要声张，免得打草惊蛇。等抓到投毒的人，一切自然水落石出。
顾云和那丫头精得很，菜地出了事，她一定会查。你们昨晚撒药的时候，有没有留下什么东西？公子，天太黑走得急，可能蹭掉了一截袖口布料。蠢货！荒年损毁庄稼是重罪，他要是拿着泥土碎布去报官，县衙顺藤摸瓜就能查到赵家头上。公子息怒，小的今晚就回去，把地里剩下的药粉刮干净，脚印全抹平，绝不留下半点痕迹。顾家今晚肯定有了防备，你们听着，你们现在需要做3件事：第一，把菜地里所有药粉和脚印清干净；第二，把地里剩的菜苗连根挖光，一粒种子都不给他留；第三，去找块麻布扔在地里，嫁祸给村口那群地痞。少爷，这3件事办成了，赏2两银子。要是露了半点痕迹，我就打断你们的腿，绑到县衙，把毁庄稼的罪名全推到你们头上。小的明白，一定办妥。等他们走到中间那块菜球再动手，两边都是坡，跑不掉。站住！啊！放手！跑？往哪儿跑？赵家的腰牌，还有什么话说？姑娘饶命！不是我们想干的，是赵光宗逼我们来的。姑娘，我们也是没办法。赵光宗说了，要是留下痕迹，就打断我们的腿，送官顶罪。他不光让我们毁菜地，还打算什么？他还打算过几日放火烧你们顾家的房子。烧房子？人赃并获，今晚就去李正家，把话当面说清楚。站住！你们2个要把人押去哪儿？自然是押去李正家，把今晚的事儿说清楚。你们不能押他们走，这2个人是我娘家远亲，今晚是来投奔我的，走错了路才上了后山。二婶说他们是你的远亲，那这赵家的腰牌是怎么回事？你娘家的远亲随身带着赵家的信物，腰牌上还刻着赵光宗的名字，真是赵家的东西。这木料，这刻工，不是寻常人家用得起的。那是我托赵家人帮忙照顾他们才给的腰牌做凭证。那这包10根药粉呢？也是你托赵家给他们的？陈氏，你别在这编瞎话了。今早我亲眼看见你天没亮就往村外走的是去县城的大路，你是不是去给赵家通风报信了？我也瞧见了，太阳还没出来他就出了村，脚灵飞快，大早上出门，天黑才回来，准没好事儿。我不是去报信儿，赵光宗答应给我半袋粟米，我才帮他打掩护的，就半袋粟米，我家里2个孩子饿得天天哭，我能怎么办？大半夜闹成这样，到底出了什么事？这是赵关公派过来的。赵家是城里大户，和县衙的人似有来往，这事不好办。李正，人赃俱获，腰牌、药粉、碎布2个活口都在，证据确凿。难道因为他是大户，我家的菜地就白毁了？这样，今晚先把2个打手关在祠堂，让2个后生轮班看守。陈氏，你知情不报，包庇人犯，按村规罚你挑水30担。明天一早，我带着人证物证一起上县城，找赵老爷当面说清楚。长乐村李正求见赵老爷，有要事相商。老爷今日身体不适，不见客，诸位请回吧。昨夜你们赵家的2名下人摸黑上我顾家菜地，投毒毁苗，人赃并获，腰牌和剩余药粉都在我手里。既然赵老爷身体不适不能见客，那我们就直接把人和物证送到县衙门口，请县令老爷来断。顾姑娘，请进来说话。不了，就在这里说吧，也好让百姓看个明白。赵老爷，有啥事干脆就在门口说清楚呗，让我们评评理。关起门来说，怕不是什么恶心事儿吧？说，到底怎么回事？公子下令让我们毁菜地，昨晚又要我们回去清除物证，嫁祸地痞，不做就要被打断腿，送官顶罪。老爷，李正，顾姑娘，这事儿确实是犬子糊涂。这样，顾家菜地的损失，我赵家双倍赔偿，粮食、银两、菜种，所有的我全包了。此事咱们私下和解，不要闹到县衙去，可好？赵老爷，我今天不是来要赔偿的，我要的是2件事：第一，严惩这2个毁庄稼的下人，赶出赵府，永不再用；第二，赵光宗亲自到村中认错，保证永不再犯。顾姑娘，光宗至究是我儿子，让他在大庭广众之下认错，我赵家在县城的脸面往哪搁？你若执意如此，那就别怪我告你持械，胁迫良民。赵老爷，这枚铜扣是当年我爹救你，您从身上扯下来递给我娘的。您当年亲口说过，见扣如见人，
赵家欠顾家一条命，您当真要在这么多人面前告您救命恩人的女儿持械闯府？赵家忘恩负义，人家爹舍命救了你，你现在反倒要告人家女儿？就是城里大户就这点胸襟，连恩人的孩子都欺负，以后谁还敢帮你们赵家？把公子带出来。爹，你凭什么？跪下！姑娘，提的2件事我都应了。这2个下人重罚20万，赶出赵府。光宗明日亲自到长乐村赔罪，菜地的一切损失，赵家3倍赔偿。既然赵老爷这么爽快，那这次我就放过他，还请赵老爷管好自己的儿子。再有下次，我顾云河绝不轻饶。顾云鹤，一个痴傻了10几年的村姑，仗着走了狗屎运清醒过来，就敢骑到我赵家头上撒野！我爹居然还答应赔他3倍的粮食和农具，他一个穷山沟里的野丫头，也配拿我赵家的东西？公子息怒，老爷也是一时被逼无奈，那么多百姓围着，他总不能……我爹老糊涂了，我可没糊涂。顾云河想拿着我赵家的粮食安安稳稳回村，做梦！你去城西破庙找刘麻子，告诉他，带几个人抄近路去长乐村村口小路埋伏。顾云河那车粮食和农具，他们抢下来就分一半。事成之后，我再额外给5000银子。是，公子。站住！告诉刘麻子，办得干净利索，别让人认出是赵家的人。要是被逮住了，让他把嘴闭紧。顾云河，我看你怎么安安稳稳回到村子。把车上的东西留下，人可以走，不然别怪哥几个不客气。大哥，舅舅，待会儿先护住李正和推车的舒柏。行，小妹，你先去后面躲着。听不懂人话是吧？动手！什么东西？谁敢再往前一步，老子劈了他！谁让你们来的？我说是赵家公子赵光宗，他出了5000银子雇我们上这儿堵路，说你们车上装着赵家赔付的粮食和农具，让我们抢回去。赵光宗，他不是刚从李正那认了错，怎么转头又雇人拦路？你方才说的每一个字，到了县衙，敢不敢当面再说一遍？敢，千真万确。赵光宗还说了，抢到东西分我们一半，小的有眼无珠，求李正饶命。连人带刀一起送去县衙。这次不光是毁庄稼，雇人行凶，持械拦路，县令面前，赵家再大的面子也盖不住。老周，光宗这回闯的祸太大，那几个地痞被送到县衙，口供已经录了，你能不能……老爷，证人口供已经压了档，要想完全撤掉是不可能的，但我可以把口供归到民事纠纷一档，不按持别抢劫定罪。只要受害方不再追责，公子最多罚点银两，不至于入狱。行，就这么办。银两方面，你帮我打点。
云和，这土被药粉浸透了，别说菜苗，连野草都长不出来。我听老辈人说，毒过的地至少得空置3、4个月，等雨水冲淡了才能种东西。这味道太冲了，怕是半年都散不尽。你这荠菜算是白搭了。15分，还算便宜。大家不用愁，我有办法能修复毒土，把草木灰、腐土一点点生石灰拌进地里，翻耕浇透水，3、5天就能恢复。荷儿，你当真懂这种法子？万一不管用，白费力气不说，还浪费草木灰和腐土。娘，你放心，我之前在书上看过这法子，管用。那就别干站着，动手吧。小妹说管用，就一定管用。云和，前些日子是我嘴杂，到处说你家菜是用邪术种出来的，我媳妇儿骂了我好几天，说我坏了良心。这是我家攒的粪肥，拿来给你地里用，你别跟我一般见识。云和，之前的事儿是我们不对，这粪肥你收下，别嫌弃。过去的事不提了，等菜苗长出来，我按之前李正定下的规矩，平价卖给你们。云和，出大事了！蝗虫，北边飞来黑鸦，一大片蝗虫，蛰了半边天。李家庄的麦子已经被啃光了，再有1炷香的功夫就到咱们村了。又是旱灾，又是蝗虫，老天爷这是要绝了咱们的路啊！完了，全完了，菜地才刚修好，又来蝗虫。娘别担心，会有办法的。张伯，村里有多少户人家？能下地干活的有多少人？全村大概40来户，能干活的约莫60、70人。我有驱蝗虫的药方，需要3种东西：苦面叶、烟梗、腊云草。苦面树村东就有，烟梗谁家种过烟的都有存货，腊云草田埂上遍地都是。你把话传下去，让每家每户分头去采，越多越好。拿到东西全送到打谷场，我在那儿支锅熬药。走走。大家听我说，药煮好了装进木桶，往地里喷洒就行。家里的木盆、竹筒、葫芦刨，能装药水的东西都拿来。2个人一组，一个喷药，一个提桶，往庄稼地的方向撒，药味会把蝗虫逼走。大哥，你带10个人去村北的麦田，从外往里喷。二姐，你和婶子们收集艾草，喷完药水就把艾草堆在地条上。我去菜田，娘在家看好康康，等我们回来。粮仓，蝗虫往粮仓方向飞了。粮仓外围还堆着几10捆还没脱粒的麦秸，那可是全村的口粮。快把粮仓门堵死！所有人把剩余的草药往粮仓周围堆，点火熏烟。李正，我家的麦子
一夜之间全被啃光了，连麦秆都没剩下，5亩地呀，全完了。我家也是，1亩半的粟米根都被啃断了。李正，昨晚守住的只是粮仓，田里才是大头，蝗虫还在天上。今晚起风，他们还会再来，光靠烟熏只是驱赶，得想办法把他们灭在田里。云禾，昨天的驱虫药方已经救了粮仓，你说还有什么法子？尽管开口。我有2个法子，第一个能把落抓架上的蝗虫大面积灭杀，第二个在地里挖深沟，沟底铺湿草，蝗虫夜里闻到湿气会钻进沟里，飞不起来，天亮集中掩埋。捕杀蝗虫，这是冒犯天意。蝗虫是上天降下来的惩罚，只能烧香跪拜求老天爷收回去，哪能动手杀？杀了蝗虫，老天爷会降更大的灾。是啊，我爷爷那辈闹蝗灾，老一辈都说这是天罚，谁碰谁倒霉。各位乡亲，这话是大错特错。若蝗虫真是上天降下来的天罚，为何荒年颗粒无肉百姓饿到啃树皮吃草根的时候，遍地蝗虫都能饱腹？依我看，这不是天罚，是老天爷可怜咱们穷苦百姓，特意赐下这漫天蝗虫，给咱们穷人的一条活路。一派胡言，荒唐至极！小小年纪不知天高地厚，竟敢妄议天意，颠倒黑白。天虫惩戒乃是天道轮回，从古至今便是如此。你竟敢说是上天赐下的粮食？你这样不知敬畏，不敬神明，迟早要为这番狂言付出代价。何为天道？能让百姓活下去才是正道天意。往年蝗灾，家家户户跪拜祈福，不敢动手，最后庄稼尽毁，颗粒无收，多少人饿死逃荒，妻离子散。跪拜求来的不是宽恕，是满地苦茶，整年饥荒。我们动手捕虫、燃烟防虫，保住庄稼，守住粮仓，让一家人有饭吃，能活命，这才是顺应天意，敬畏苍生。就是这个理。昨夜我和10几个人在粮仓前喷药、点火、熏烟，忙了一整夜。粮仓里的粗粮保住了，我们没死，也没被天打雷劈。云禾姐，不好了，蝗虫往你家后山菜地蔓延了！滚开！别吃我家的菜！滚开啊！大哥，别光顾着赶，照着册子上的法，在菜地4周挖一圈深沟，沟底铺湿草，夜里蝗虫钻进去，早上再填埋。二姐，你回去拿硫磺粉和艾草。哎，来3个人，带上铁锹跟我挖沟，剩下的去割湿草，越快越好。云禾，给二姐，你先歇会儿，剩下的交给我。咱家菜地不会有事的。这法子真管用。顾丫头，你这册子上写的什么？教教我们行不行？行啊，叔，这本法子本来就是要交给全村人的。我的娘哎！云禾丫头，你咋敢吃这东西？这不是天降灾虫吗？平日里碰都不敢多碰，你居然直接烤着吃！是啊，老一辈都说蝗虫带灾气、沾晦气，吃了要折福气、招灾祸的，万万吃不得呀！灾年里树皮草根都能果腹，这蝗虫肉质饱满，能填肚子，哪里是什么灾气？先前我就说过，这是荒年老天爷留给穷人的口粮，能吃饱活下去，比什么虚无的忌讳都实在。再说我到现在半点灾祸没有，反而保住了庄稼，可见根本没有什么天罚之说。蝗虫体内都是庄稼的精华，焯水去腥，热锅一炒，比粗粮顶饱。荒年里能填肚子的都是口粮。是真的，脆的，带点焦香。都听好了，顾家这灭蝗法子保住了自家菜地，还告诉大家蝗虫能当口粮。从今天起，全村统一行动，按顾家这2个方子挖沟熏烟，灭蝗保庄稼。捕到的蝗虫各自收着当口粮，谁家要是偷懒不动，蝗虫啃光了自家田地，别来找我哭。李正将全村40余户分了6组，怎么打谷场上只来了4组人？大哥，你方才在场子里转，有没有看见村氏周老6那一组，还有咱们顾家老2那一户？册子上记着2组，一共7、8口人，眼下一个人影都没见着。
周老六家田里的蝗虫都落了3层了，他愣是不动手。昨晚路过他地头，麦秆被啃得只剩茬。人心不齐，最难成事。这蝗灾不是一家一户的事儿，整片田地连着呢。他家不防虫，虫子转头就飞到别家田里，大伙儿的辛苦都要白费。我今早出门的时候，还看见周二婶家门关得死死的，院里一点动静都没有。李正前几日就挨家挨户叮嘱，必须日日下地防虫，偏偏就有这些懒人想着坐享其成。云禾姐，我家没吃的。陈氏和她男人躲在家里好几天了，门都不出。李正派人去喊了3回，回回都说身体不舒服，地里的蝗虫都爬满了他家篱笆，他们愣是连扫帚都不拿。大人赌气偷懒，何苦为难2个孩子？都是无辜的人。你爹娘人呢？爹说抓蝗虫得罪老天爷，娘说等着别人把蝗虫赶走了，地里的庄稼自然就保住了。简直荒唐！2个成年人好吃懒做、愚昧无知，自己不肯出力救灾，一味想着坐享其成也就罢了，竟然还让孩子挨饿受苦。吃完了，去那边帮忙添湿草，填满3筐草，晚上再领一份口粮。防虫熏烟料配方。李正大哥，这是我早前配好的防虫烟饼，用料是樟怒蟹、松枝混着硫磺压制的，和普通艾草不一样。这烟毒虫不毒人，浓烟厚重持久，驱虫力极强，一枚就能护住食品地界，刚好能围住整个粮仓。好，我这就安排人去干。大家立刻分工点火，守住各个方位。保住了，终究是把粮仓保住了。云禾，今夜多亏了你，若是没有这烟饼，咱们全村今年就真的彻底完了。麦子损了还能来年再种，粮仓保住，咱们全村人就有活路了。云禾李镇，我家的4亩地全完了，麦子、粟子连根草都没剩下，是我糊涂，是我偷懒，我对不起你们。云禾，二叔爷，二叔地里的庄稼也一粒没剩下，我老糊涂，你大人不计小人过，让二叔跟着你们一起灭蝗吧。想留下可以，但丑话说在前头，留下来就要跟着干活，挖沟、熏烟、守粮仓一样不能少，按劳作算口粮，不干活就没吃的。你们答应了，就站起来去领工具。就算蝗灾彻底过去了，剩下的收成估计也只够全村熬2个月。2个月后入了冬，大家还是得饿肚子。娘，你先吃。云禾带着全村灭了这么多天蝗虫，他心里肯定有打算。你身子要紧，别光顾着操心不吃东西。娘，吃饭呢，别想那么多，天塌下来有我顶着，大不了我去后山多下几个套子，冬天也不缺肉。娘，我不怕饿，云禾姐说了，蝗虫都能吃，饿不死人。我今天在田里还帮大哥捡了2筐蝗虫呢，我可能干了。娘没事的，相信我，我们会好好度过这个荒年的。你先吃饭，吃完我有办法。等会儿翻翻系统里有什么东西能帮忙的。耐旱抗蝗，新种谷物。15分，清零就清零，值。花光了，但值的。我这里有新品种谷物种子，耐旱抗蝗虫，种出来蝗虫不啃，但有个条件，这种子必须种在向阳的坡地上，而且要大片集中培育，不能分到各家各户散种。后山南坡那片荒地我要了，我家人最多，凭什么给你？我先看上的。都给我住手！蝗灾还没过去，你们倒先自己人打起来了，丢不丢人？
后山南坡那片荒地是村镇公产，今天我做主，按村里现有户数划分，每户分一笼，面积均等，种子由顾云和统一保管、统一分配，从翻地到播种，谁家出了多少工，账上记清楚。等到收割时，按各家出工比例分粮。李正定下的规矩我认，从明天开始，后山南坡集体翻地，出工的人在花名册上签到，按日计工。我顾云和还是那句话，干活的吃粮，不干活的别来伸手。我报名，我家人全上。同扣的事，你让我在顾家门前丢尽了脸。现在满城的人都知道我赵某人欠顾家一条人命，你让我往后怎么在城里抬头？爹，那铜扣是他顾云和凭空编出来的。闭嘴！铜扣是真是假，我心里有数。你惹出来的乱子还不够多。粮车队被劫的事，巡抚衙门已经派人下来查了。给我安分一点，从今天起不许再找顾家丫头的麻烦。爹，是那丫头和我作对。我不管这些，你再不收敛，等巡抚的人查到你头上，你连命都保不住。爹教训的是，耐旱抗黄，这种子。公子，如果咱能拿到这种子，先在自家田里偷偷种上一茬，等秋后旁人颗粒无收，咱赵家独一份的粮食，那价钱还不是咱说了算？老爷不是在发愁巡抚衙门不是正在查粮价的事儿吗？咱要是能把这铁根苏种子呈上去，说是赵家花重金寻来的抗灾良种，愿意献给官府推广，这可是天大的政绩。县令听了都得给咱记一功，巡抚那边查粮的事儿，说不定就这么接过去了。东西是好东西，但怎么查？顾家现在防咱跟防贼一样，我去把刘八子叫来，让他明天混进后山南坡翻地的人群里，趁乱摸几把种子回来。不错，你这新来的奴才倒是比之前的要聪明。这事办好了，好处少不了你。放心，一定办妥。大哥，你看二婶翻的那地，锄头都没插进去，种子撒下去根儿都扎不住。先不管它，等翻完地，出工记录上一笔一笔记着，秋后分粮的时候自然有说法。有小偷偷种子！是你！不管我的赵家的人，你们还敢来偷种子？是赵光宗让我来的，他说顾家有这种能抗蝗虫的好种子，让我偷几把回去。他找人自己种，抵他自己的罪。抵罪？他不仅想毁了我们庄稼，还想偷我们的种子。别动手！我还知道赵家后院的暗仓里囤了整整200担粮食。赵光宗说等蝗灾过了，各村都没粮吃的时候，再拿出来高价卖。这事赵府上下都知道。各位，我只是一个下人，放过我吧！囤积粮食，哄抬市价。赵家这是要断了所有人的活路！都站住！赵家势大，官府未定罪责之前，我们私闯府邸聚众闹事，最后反倒会被安上刁民作乱、劫掠富户的罪名。到时候，赵家不仅能洗白囤粮抬价的恶行，我们一众村民轻则罚没财物，重则牢狱加身。云和说的对，赵家囤粮的事儿咱不能自己动手，要把证据送到县衙，让官府出面查封。赵家那个杂役还在咱们手里，人证口供齐全，县令想偏袒也偏袒不了。事不宜迟，我们现在就带着杂役和口供一起上县衙。大人，今夏蝗灾肆虐，良田尽毁，各村百姓颗粒无收，老弱妇孺皆靠野菜树皮度日，不少人家已然断粮。赵家不体胜之势，反倒私囤200吨粮食，断百姓生路，人证物证俱全，恳请大人为民做主。小人所言句句属实，绝无虚言。赵家暗藏位置，囤粮数目，全是小人亲耳听闻、亲眼所见，甘愿画押担责。若有半句假话，愿受律法严惩。大人，赵乡绅素来捐粮助学，帮扶乡里，向来是地方良善乡绅。此番或许是下人妄自揣测，夸大其词。200斗粮食绝非小数，恐有误会，不如先行核查，暂缓决断。大人，灾年囤粮居奇，哄抬粮价，本是朝廷明令禁止的重罪。巡抚密令公事多日，全县皆知，师爷怎敢替赵家含糊辩解？人证口供确凿，句句印证，何来误会之说？若纵容此等恶行，任由赵家趁灾敛财，弊堆动乱，届时地方不安才是大祸。大胆！本官为官一方，深知灾情惨烈，百姓流离法食，度日如年，为富不仁，趁灾囤粮敛财者，最是可恶。来人！立刻查封赵家后院的暗仓，所有囤粮登记造册，就地封存。赵家今日内不得私自转移变卖1粒粮食，违者以抗令论处，按各村受灾人口平价分流。是，大人。
这水还不够人喝呢，拿什么浇地啊？积分用完了，但水的事不靠系统也能解决。竹筒引水渠流量太小，是因为管道太细，落差不够。我们把竹筒换成粗毛竹，从岩壁出水口接出来，沿山坡主渠分流到集体坡田，利用山坡自然落差加大水压，每垄地再开分支细渠，每个分支管5垄地。别洒水了，都过来，小妹有法子。顾丫头，你又想到什么好主意啦？婶子，你们照我说的做吧。男人们劈开粗毛竹，女人们用麻绳把竹管接头缠紧，孩子们在山脚下剪碎石片取底。云寒，对不起，当初是我嘴贱，到处说你用邪术，如今全村的地是你救的，种子是你给的，水是你引的，是我嘴笨说不出好话。以后你顾家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。李正，我是从临县逃过来的，我们那边的蝗灾还没过去，粮铺还在高价卖粮，1斗粟米涨到300文了，好几百人吃不上饭。排队，1人1碗，不排的没得喝。57口人，咱存的粮食撑不过半个月。我知道，可也不能把人往外赶，他们村子被蝗虫啃光了，回去也是饿死。300文1斗粟米，上个月才200文，这个月又涨了100，抢钱啊！张老板，买5斗粟米，3斗粗面。粟米350文1斗，粗面220文1斗。你这点钱只够买2斗粟米。昨天还300文1斗，今天就350了，你这是坐地起价。蝗灾闹得凶，上游几个产粮线都绝收了，粮价一天一个样，买不起就别买，后面还有人排着呢。张老板，粮价涨得这么快，县城里吃不上饭的人只会越来越多，到时候饿极了的人砸了你的铺子，你柜台后面的算盘能挡得住？县城3家大粮铺这2天统一涨到了350文1斗，小粮铺跟着涨，连城南那个摆地摊卖碎米的都涨了2成。我这酒楼每天要用3斗米5斗面，按现在的价，一个军光是米面就要吃掉1半利润，而且粮铺那边放话了，下个月还要再涨。吴掌柜，我有个提议，后山菜期的青菜，坡地上套种的萝卜，再加我大哥上山打的野味，酒楼全收了，按市价的8成折算成粮食给我。顾姑娘，你的意思是不要现钱，直接换粮食？对，酒楼自己去粮铺批量进货，拿的是批发价，比零售便宜2成。你把菜和野味折给酒楼，酒楼按批发价给你粮食，两边都不吃亏，中间还绕开了粮铺的零售价。成，但有个条件，青菜和野味得稳定供应，不能3天有2天没。酒楼客人等着上菜，断了货，我这招牌就砸了。这是后山菜签的种植排区，青菜7天一茬，萝卜半月一收。野味我大哥隔日上山一趟，套猎的量够酒楼日常用，这是长期买卖，我不会断自己的信誉。明天酒楼就派车去你们村拉第1批青菜，粮食按批发价当天结清。不过丑话说在前头，如果粮铺那边断了酒楼的批量进货渠道，我手头的存粮也只够撑1个月，1个月后，咱得另想办法。吴掌柜，我们3家商量过了，从今天起，酒楼的粮食批发价涨到300文1斗，跟零售价一样，1文不能少。批发价涨到零售价，张老板，你这是要断我酒楼的活路！少废话，还有一条，你酒楼从顾家收的那些菜和野兽，不许在酒楼卖，收了顾家的东西，就别想在我这儿买1粒米。他们3家抱团了，县城里能批量供粮的就这3家铺子，断了这条线，酒楼也撑不住。张老板，你们3家统一涨价，是在逼全城百姓没饭吃。逼又怎样？
有本事你们自己种粮自己吃，别来我铺子门口排队。你爹娘呢？爹前天饿死在城门口了，娘昨天去张记粮铺门口跪着求粮，被伙计拖出来，腿磕在石阶上断了，现在躺在城墙根底下动不了。我跑了3个乡镇，问了一圈，城外刘考镇的农户手里还有余粮。今年他们靠着上游水库没断水，麦子收了70%，田头价150文一斗，不经过粮铺，直接从地头拉走。明天一早就去刘考镇。停车！粮留下，人可以走。谁让你们来的？张老板说了，谁敢私下卖粮给你们顾家，就是跟他过不去。今天这粮拉不走，不让路，连人带货一起收拾。你们几个想动长乐村的人，走着瞧。你们把粮拉到长乐村去，村里出20个人护送，今晚歇在村里，明天一早再走。他们要是再来怎么办？我家还有老婆孩子，我可得罪不起县城的大粮商。明天我直接去县衙递状子，哄抬粮价、拦路劫粮，桩桩件件都是明晃晃的罪名。顾姑娘，你这状纸写的倒是详细，不过我查了。张记粮铺的售粮记录上，价格是正常的市场调节价，不存在哄抬。你说有人拦路劫粮，证据呢？伤者在哪儿？人证物证在哪儿？农户被打伤就在昨天，伤者还在村里养伤。你们可以派差役去查验伤势，也可以派人去柳石镇找另外4个农户对证。查案要有查案的规矩，你这既没有医馆出具的验伤单，又没有当场抓获的打手，单凭一面之词，大人也不好立案呢。典吏大人，张记粮铺给了你多少？顾姑娘，你这是污蔑朝廷命官，信不信本官现在就把你押进大牢？这状是不予受理，请回吧。张老板他们以为给典吏塞了钱就能压住，但这账本上的每一笔交易，每一次涨价，日期、金额、经手人全在上面，白纸黑字加红泥印。典吏不收这状子，我直接把账本递到县令正堂上去。光有账本还不够，张记背后肯定不止一个典吏。你忘了上次赵家粮车队被劫的事儿？赵光宗能调动那么多人，县衙里不可能没有他的人。吴掌柜，这条3个月前张记粮铺一次性从赵家购入200担粮食，进价100文一斗，账本上记的是赵府仓粮。赵家3个月前就卖了200担粮食给张记，200担。当时蝗灾还没开始，赵家哪来那么多存粮？蝗灾前就大量囤粮，等蝗灾来了，粮价飞涨，再通过张记的铺子高价卖出去。赵家和粮商早就是一家了。带上账本，直接去县衙正堂。张记粮铺3个月前从赵府购入200吨粮食，进价100文一斗。你上个月卖给百姓300文一斗，这个月涨到350文，差价3倍还多。你自己说，这算不算哄抬粮价？大人，那是正常的进销差价。蝗灾来了，货源短缺，进价涨了，售价当然……大人，这是最近3个月的所有进货收据。从蝗灾开始到现在，张记从上游产粮线的进货价格一直是100文到120万一斗，根本没涨过，进价不变，售价翻3倍，所有收据全在这里。典役，这份状纸之前是不是递到过你手里？张老板说这是正常的商业纠纷，属下只是按规矩。你吃了张记多少回扣？本官后面再审你。现在来人！查封张记粮铺所有囤粮，按平价散收，连同王记、李记一并彻查。大家听我说，顾云和在酒楼后院囤了几10袋粮食，他嘴上说平价分粮，实际上是想趁粮荒高价倒卖。
他跟流民勾结，粮食不分给本地人，先分给流民。他顾家这是要拿咱县城老百姓的口粮做人情。难怪我在这儿排了半天队，1粒米也没分到。那些外来的流民倒先领了粮。你这个人真是心肠歹毒。粮全在这里，按人头限量，不分本地外地。成人每月1斗，小孩半斗，价格按田头价150文1斗，亏多少？我顾云和自己贴。顾姑娘是我们流民的恩人，她在村口给我们施粥，自己吃的是蝗虫干。蝗虫你们吃过吗？她当着全村的面对一锅活蝗虫，第一个塞进嘴里嚼。她说蝗虫能吃，饿不死人，我们才没饿死在路上。没错，粮商拦路抢粮那天，打伤了我们送粮的大伯，是顾姑娘把人背回村里的。她要是想倒卖粮食，用得着亲自去田头拉粮？粮商哄抬粮价骂顾姑娘，你们骂错人了，该骂的是张继，是赵家。赵老爷，铺子被查封了，典吏也被侍郎查了，再这么下去，你急什么？铺子查封了，他后山上那些铁根锁还在，只要毁了他的抗旱作物，他拿什么兑现跟吴掌柜的长期供应？拿什么分粮养流民？你是说毁了他的坡田？找几个手脚利索的地痞，趁夜上山，把他后山南坡上的铁根锁全拔了。天亮他看到坡地的时候，买家等不到菜，流民分不到粮，吴掌柜被他连累，到时候不用我们动手，他自己就撑不住了。顾兄弟，别怪我，实在是你这女儿不懂事。等你半天了，锄头放下，跪地上别动。不关我的事，是张老板雇我们来的，他让我们把坡田全刨了，刨完给5两银子。毁坏他人田产，夜间持械入村，你5个谁先供出主谋，本官酌情从轻发落。是他。张老板给了我们每人5两银子，说事成之后再给5两。昨晚亥时在他铺子后门交的钱，张记的伙计也在场。大人，小的上有老下有小，是被逼的。张老板说我们不去，他就找人砸了我家的摊子。我作证。张老板还说，拔干净了坡田，顾家丫头分不出粮，流民就会闹事儿，到时候没人顾得上查是谁干的。大人饶命！是赵老爷让我干的。他说顾云和断了我的财路，要我也断他的粮食。他还说后山药田毁了，流民没饭吃，顾云和在村里就待不下去了。赵光宗还跟你说了什么？一字不漏，全给本官说出来。他还说他在县衙里有人，就算被抓了也能摆平，让我放心去干。出了事他兜着。他现在人在哪儿？你去把他叫来，当面兜一个给我看看。传赵家老爷。看赵家仓粮，蝗灾没来的时候就囤在手里，等着咱饿极了高价卖。张记的铺子就是赵家的前台。巡抚大人5日后抵达县城，沿途各县务必整理本地抗旱救灾方案，面呈巡抚查阅。顾姑娘，全城粮铺重新开了，照着田头价、县价卖粮，但这只能救急。巡抚要来了，要的不是查封记录，他要的是抗旱、灭蝗、改良土壤的整套方案。大人需要我做什么？你领着全村灭蝗、云水、种出铁根唑，这几件事儿，每一件都是实打实的成效。我想请你整理一套完整的农耕方案，从灭蝗到云水到培育抗旱作物，每一步怎么操作写成破子。巡抚来了，我要拿得出东西。这些是我之前记下的东西：灭蝗的烟熏配方、竹筒引水渠的搭建图纸、铁根松的培育方法和土壤改良的前期数据，全在这里。顾姑娘，这些东西要是能在全境推广，那大家岂不是都不用挨饿了？没错，只要大家齐心协力，就一定能度过荒年。巡抚5天后到，这次我要赶在姓顾的丫头前面，先见到巡抚。爹，你写的是什么？
民女顾云和以旁门妖术蛊惑乡民，借鬼神之说行聚敛之实，引蝗虫入村不祥，私建竹渠，破坏山体水文，蛊惑流民，围堵粮铺，煽动百姓对抗官府。老爷，最后一条说他私自囤粮，勾结流民，意图谋乱，这一条最致命。巡抚最怕的就是灾年有人聚众闹事，只要这一条递上去，不管前面几条是真是假，巡抚一定会先查他。明天一早，你带3个人去城门口守着，巡抚的车驾一到，不等他进城，直接在城门外拦路地状纸。这次别再出差错了。对，这次姓顾的丫头再能打，也打不过巡抚衙门的规矩。巡抚大人，草民赵光宗有重大冤情上呈。长乐村民以民女顾云和借灾荒之机，以妖术蛊惑乡民，勾结流民，囤粮聚众，图谋不轨。庄主在此，请大人明鉴。传民女顾云和，明日4时，县衙正堂对质。赵光宗告你4条罪：第1条以妖术蛊惑乡民；第2条私建竹渠破坏山体；第3条勾结流民围堵粮铺扰乱秩序；第4条私自囤粮意图谋乱。你认不认？大人请看，这不是妖术，这是灭黄燕军的配方和实操记录，这是竹筒引水渠的搭建图纸和各阶段水量测试数据，这是铁根苏抗黄耐旱的培育方案和每一轮出苗率记录，上面每一页都有日期和我本人的手。外面的，你们谁认识这个姑娘？大人，草民是来福酒楼掌柜，3个月来，县城3家粮铺每一次涨价的日期和金额全在这账本上，进价不变，售价翻3倍。顾姑娘带着流民围的不是粮铺，他们是在排队等着平价分粮。这账本上每一笔都是赵家跟粮商勾结的证据。大人，我是长乐村李正，这是全村按工分粮的记录。顾家丫头领着全村灭黄云水种铁根苏，每一垄地每一担粮都有据可查。她要是想谋乱，犯不着自己吃蝗虫，犯不着把积分全用来换种子。大人，没有顾姑娘，我们这50多口人早饿死在路上了。她在村口给我们施粥，给我们分地，教我们种田。她要是囤粮谋利，我们这些贱命谁肯多看一眼？赵光宗，你告他勾结流民，他拿出的是分粮方案和出工花名册；你告他妖术必中，他拿出的是配方图纸和实测数据；你告他图谋不轨，外面的村民、掌柜、流民每一个人都自愿给他作证。本官现在判赵家与粮商勾结，哄抬粮价，囤积居奇，赵光宗雇人毁田伪造壮良民，数罪并罚。查封赵家剩余全部私粮充公，罚没赵家在城中的3间铺面。粮商张记、王记、李记3家铺子全部充公，由县衙直接管营，按官定平价售粮。顾姑娘，你这些农耕方案、灭黄、云水、抗品种培育，如果能在全剧7个县推广，明年这个时候能多养活上万人。你愿不愿意跟我回巡抚衙门，把这些法子交给各县的田官？巡抚大人，我愿意把灭憨、云水和铁根苏的培育方法整理成册，交给各县的田官。但长乐村后山的坡田刚起步，流民安置也才开了个头，这些事换一个人接手，我不放心。这是巡抚衙门的通行令牌，你不跟我走也可以。拿着这枚令牌，各县田官见牌如见本官。你整理好的农耕方案发到哪个县，哪个县必须照办。所有推广所需的种子和器具由官府统一拨付。看看吧，赵老爷，这可是巡抚大人亲自下的判决，板上钉钉，半点转圜的余地都没有。往日你在镇上风光无限，呼风唤雨，如今不过一夜光景，良田铺面、囤积存粮，全都化为泡影，真是可怜可叹啊！前日你还亲口应我会在县令面前替我周旋，保下赵家产业，如今一句转圜余地没有，就想草草了事。赵老爷此话说得好笑，往日我帮你周旋是看赵家值得结交，可如今赵家身陷囹圄，自身难保，我不过是识时务者。从今往后，你我往日情分往来积格，一笔勾销，再无半点干系。一笔勾销，师爷，你未免想得太轻巧了。当初囤积私粮，勾结官府，瞒报粮数，压榨乡民，桩桩件件，哪一桩少得了你在背后出谋划策，从中牟利？你收我的银子，拿我的好处，替我遮掩罪责，咱们2人早就是一条绳上的蚂蚱。如今你想干干净净抽身脱身，把我赵家推出来独自顶罪，真要把我逼急了，我便把你我暗中勾结的事捅到巡抚面前，我赵家倾家荡产，身陷牢狱，你也别想独善其身，安稳脱身。咱们不妨鱼死网破，谁都别好过。爹，巡抚要带他去全推广，
等他的名字传到州府，传到京城，儿子这辈子就别想在长乐县翻身了。你想干什么？他不跟巡抚走，正好，在长乐村的地盘上，能写农耕方案的手不一定还能握住锄头。半个月之内，巡抚的通行令牌就是一块废铁。少爷，巡抚的人还在村里，现在动手等于自投罗网。先用别的法子，让他在巡抚面前先失信，再动手不迟。你有法子？少爷，小人找了乡下最会搬弄口舌、糊弄百姓的道婆，说顾云和带头防虫种田是冲撞天意、触怒神明的祸根，才让蝗灾愈演愈烈。我们再放火烧田，百姓就会坚信不疑。只要各村百姓人心浮动、群情激愤，闹起来，官府便会顺从民意。那就先按你说的办。姓顾的，你不是有通行令牌吗？连村民都不信你了，我看那块铜盘顶什么用？长乐村那个姓顾的丫头，她手里的种子、农具都是妖物，蝗灾、旱灾全是她招来的。她用一个妖术盒子凭空变出东西，那不是神仙，是邪祟。看，这就是用了她妖种种出来的苗，枯的、死的，妖物吸干了地力，吸干了水脉。俺家那半分地里种的铁根素5天就冒芽了，比往年自家留的种快了1倍。要说是妖物，俺倒希望这种妖物多来几种。不管它是不是妖物，只要能让我一家5口不饿肚子就是好物。道婆，你少在这儿唬人！你说种子是妖物，那你告诉我，长乐村后山坡田里的铁根素为什么长了半人高？村口菜球里的青菜为什么7天收一茬？这是妖物，蝗虫不啃，大旱不死。这样的妖物，我倒希望越多越好。你个老妖婆，我昨天去长乐村看过，人家那坡田上的素苗绿油油的，哪有一颗枯的？你手里这把干苗是从哪儿捡来的？你们别拦我，我也是拿钱办事儿。拿谁的钱？替谁办事儿？今天不说清楚，你别想走出这个打谷场。说，谁让你来的？是赵府管家，他给我银子，让我挨个村子说你是妖女。道婆供认不讳。赵府管家出银5两，雇他在长乐村周边5个村子散布谣言，供状在此。顾姑娘，赵光宗上次诬告不成，这次又买通道婆，本官可以现在就派人去赵府拿人。大人，长乐村后山火光冲天，基地坡田着火了。分2组，壮人力拿湿布打火头。妇人和孩子去竹渠下游接水。顾大哥，这麻布浸透了水，比单山好使，俺跟你一起冲。不要追着火苗打，从坡田中间的水渠往2侧浇，火过不了水渠，2侧分批扑灭。于和，下面又来20多号邻村的，听说后山起火，扛着桶就来了，俺让他们在下面接力传水。于和姐，她身上有桐油味儿，刚才跑的时候手里还捏着个火闸子。少爷让我们来的，他说烧了坡田，姓顾的没粮分给流民，巡抚就会觉得他无能。桐油是赵府管家给的。把这2个人和碎掉的油罐，连同火折子一起送到巡抚行辕。走！你们不是喜欢点火吗？那就去巡抚面前点。顾姑娘，昨夜后山的事，我刚刚才得知，那2个下人是背着我偷偷干的，我已经让人绑了送到县衙去了。这5袋粮食和2匹绸缎，全当给姑娘押金。姑娘大人大量，这事就此接过，如何？赵光宗，桐油罐子上刻着赵府的印记，粮袋上印着赵府仓粮。纵火的人，一个是你后面的家丁，一个是你书房的跟班。你说他们背着你的，是背着你的眼睛，还是背着你的吩咐？30两银子，再加10袋粮食。姑娘，有些事闹大了，对谁都没好处。师爷，这令牌是巡抚大人亲手交给我的，你要不要一起去趟巡抚行旅，当面向大人解释一下，为什么你府上的桐油罐子会出现在我家坡田的火灾现场？既然没办法和谈，那顾姑娘就等着看看是谁更厉害吧。公子，这丫头不吃软的，巡抚又护着她，咱们得想别的法子。巡抚的人已经守在门口了，传唤文书今天一早就送到了，要我去巡抚行院。少爷，3封信都送出去了。城西的李乡村、城北的周乡村、刘考镇的王乡村，3位都答应在联名诉状上署名。诉状内容照您的意思写好了。顾云和以妖术种田，蛊惑乡民，哄抬种子价格，排挤传统农家。
3位乡绅联名上书巡抚，一个种地的丫头说的再有理，能顶得住3个乡绅的联名诉状？诉状递上去之前，你亲自去一趟李乡孙府上，跟他说，只要这次帮了赵家，来年春耕他城西那30亩旱田的种子和佃户，赵府全包了。只要乡绅联名压住了他，巡抚就算怀疑，也得顾及乡绅的面子。到时候他那些坡田示范田全得还给咱们。3位乡鲁，你们联名上书说顾云河以腰树种田，这就是你们说的腰树。毛竹劈开接起来的水渠，麻绳缠的接口，水自己往田里淌。周兄，这是腰树，这不是腰树，这是巧工。我家里要是有这么一道水渠，那30亩旱田也不至于荒了一半。咱们3个被赵家当枪使了。赵老爷说这姑娘害了长乐村的水脉，可这水泉引来的水清的能照见人影。我们在第2周种的，浇的是竹渠引来的山泉，没用过一滴妖术。3位乡绅要是不信，可以把这棵菜带回城里，请老农验。 3位乡绅，这诉状你们现在还要不要？大人，是赵家先来找我们的，说这姑娘用妖术害了长乐村的水脉，还哄抬种子价格排挤老农。我们没亲自来看就签了字，是我们的错。顾姑娘，你这竹筒云水坡田中的法子，如果在县城外围开一片示范农田，推广给周边各村，你做不做得到？只要选好地，保证水源，半年能出成效。 这块地归你，人、粮、工具，本官来调配。这土比后山南坡还硬，后山至少有点碎石能渗水，这地方水坡上去打滑，根本渗不下去。我在长乐村活了60多年，没见过比这更旱的地。春天不下雨，夏天没有水。云河，咱们真能翻？能翻。后山南坡刚开的时候，比这块地还硬。李正说：“你让村里人用草编绳把锄头缠厚，碎的锄长越多，翻出来的土越深。”杜姑娘。 俺们听说要开示范田，能领抗旱种子，俺们不要工钱，关口饭就行。地翻了种了，秋后能分到种子，俺们村明年就有活路了。俺村去年颗粒无收，全村人啃了3个月树皮。要是这示范田能成，俺第一个把家里的3亩薄田全改成铁根苏。俺爹让俺来的。上回在长乐村分到的铁根苏种子，俺家2亩薄田收了往年3倍的粮。俺爹说了，以后顾姑娘在哪儿开田，俺就在哪儿扛锄头。俺们不会翻地，但会做饭。30口人的饭，俺们2个包了。 30口人，管饱不敢说，管够俺们2个还是有把握的。你们放心翻地，到晌午喊一声就有饭吃。先垫一口，天不亮就出门，空着肚子刨地不行。俺当家的去年就是这么饿出胃病来的。绿豆汤放了点盐，出汗多不补盐，退抽筋。俺娘家村里去年收麦子热到了3个庄里工，就是因为光喝水不放盐。小妹，示范田刚长到3寸高的苗，叶片全黄了，从叶尖往叶根发黄。 一垄接一垄，这次是从根上烂。不是枯水病，是毒，水源被人下了毒。这是醉鱼草，晒干了磨碎能药鱼，活水放毒1里之内寸草不生，是故意投的。又是赵家，上次烧田，这次投毒，我这次饶不了他们。大哥，带2个人沿着溪边搜，投毒的人肯定还没走远，抓到人比动手有用。别过来，是少爷让我干的。他说示范田办不成了，巡抚才会赶他走。赵光宗，放火烧后山坡田，误人拦路劫粮，贿赂道婆散布谣言，收买乡绅联名诬告，投毒毁示范田水源，桩桩件件都有口供物证人证。你还有什么要说的？大人饶命！上山投毒是少爷让我干的，他还说了句下手干净点，别留把柄，有事儿县衙师爷担着。这刁奴胡说！够了！赵家主仆县衙师爷勾结劫掠民粮，放火烧田，投毒毁耕，数罪并罚。赵光宗县衙田产杖刑30，收拉盛家存粮、工具、种子，全部交由顾云河统一分配，用于赈济灾民和推广示范农耕。府台大人，320亩田我不会贪多，6成拨给周边6个村子按户均分，4成留作县里公田种示范粟，存粮先发流民，农具等引水渠修通后再按村分配。按你的方案来。 农具和粮食怎么分配？你写一份详单递给县令。本官只有一个要求，不准饿死1个流民。磨洋工的也来领种子。云河，二婶也想领2斤铁根苏种子，明年开抽想在后山自家那2份地上试试。你放心，这次我一定好好种，不偷懒。2斤铁根苏种子，垄距2尺，深坡1寸半，出苗后3天浇1次水。册子上有栽种要领，不会的来问我。 云河，是二婶对不起你们，这2斤种子我一定好好种，
种不好我不来见你。小妹，竹草毁渠的流量就这么大，以前供后山那10几垄地够用，现在示范田面积大了3倍，主管子撑死了也只能供一半，剩下那一半挑到天黑也浇不完。顾姑娘，你看，上游小溪的水位又降了，再这么旱下去，连这小溪的水都保不住，到时候别说浇1半田，一滴水都没有。云禾，这可不是披毛竹、缠麻绳的小活了，盘山拾渠，得开山凿石、架木渡线，光靠咱村几10口人，半年都修不完。所以需要官府出工匠拨粮食，只要主渠一通，支渠分流到各村，周边6个村子从此不用再靠天吃饭。从主山泉眼到示范田，盘山15里，石砌主渠每隔10丈一个分渠口，分支渠6条，分别通到周边6个村子的田头。这工程不小，开山凿石架渠至少需要200个工匠干3个月。这3个位置有天然山涧，不用开山，直接架木渠跨过去，可以省1个月工期。工匠和粮食由官府拨付，各村村民自愿出劳力。这图纸谁画的？我画的。后山的竹筒引水渠已经跑了3个月，水量数据、落差参数、分渠流量比例都在图纸背面。唉，还不是积分不够了，去山上换完了积分，就兑换了这份图纸。准了，调拨工匠200人，粮食310，明天开工。顾姑娘，你这3个月不光种地，还量了这么多数据，别说普通农户，县衙里的疏离都未必做得出来。地里的活我干，天上的雨我管不了，但地上的水我能算。数据不骗人，做对了就有收成，做错了就白干。头，前面那座道太窄了，人站上去凿石，稍偏一点就滑下去了，这活没法干。大哥小心，这边碎石松的，踩上去就滑。顾姑娘，这块石头不行，外头看着是整的，里面裂了2道缝，凿子一敲，整块会塌。下面就是山道，砸下去要出人命。不凿这块石头，主渠从窄道上方5丈处绕过去，修一道架空木渠跨过窄道口，木渠用3根横梁架在2端石壁上，中间不落地，省了凿石的风险，还能少修100丈的石渠。成，架木渠比凿石头快，3天能架完这一段，就是木料要多备50根，横梁必须用整根老松木，细的不行。松木够不够？不够的话，我带人去后山再砍一批。后山北坡的老松树比这儿还粗。顾姑娘，后山北坡砍的松木50根一条，不少全扛上来了。大哥，将木头放在这里。架上了，这一段过去，主渠就修了1/3了。顾姑娘，出事了！刚才窄道施工的时候，一个工匠被碎石砸伤了胳膊，抬下去的时候被几个从邻县逃过来的流民看见了。流民里有人在传说官府强征百姓修渠，修的是给巡抚捞政绩的面子大功。放他娘的屁！修渠修的是谁家的田？是咱们自己的田。石渠1天通，老子家的5亩旱田就1天有水浇。谁知道是哪个王八蛋在下面乱说？谣言止于眼见。从今天起，工地对所有人开放，山下那些流民也好，邻村来看热闹的也好，谁想看就让他们上来看，让他们亲眼看看修渠的到底是谁，修的是谁家的渠。上面那层风化石松得厉害，凿子一敲，碎石跟下雨似的往下掉。开山才开了3天，伤了4个，地磁工调的就有6个。我去看看系统里有什么适合这个年代的防护工具。防护的都在，就是这个了。藤编的，里头是双层棉布，拳头大的碎石从上头落下来，棉布能卸掉大半力道。上工就戴，不许摘。这东西硬实，比光着脑袋挨砸强。早2天有这套面，赵铁肚的胳膊就不用缠布条了。卡住了，踩滑了也掉不下去。顾姑娘，这东西管用。成了，上面掉下来的石头全都在网兜里，砸不到人。顾姑娘，我们9个人想来工地上干活，家里的地全毁了，蝗虫啃得连草都不剩，种子也没有一粒。听李正说工地管饭，按出工分种子，我们想挣口饭吃。上次晚上偷懒不出工，蝗虫来了没人打，5亩地全毁了，地里现在连草根都被蝗虫啃光了。这次我们想好好干，不偷懒了。工地上的规矩，每人每天出工记名，中午管1顿干饭，晚上领半斤粗粮，干满10天发2斤铁根俗种子，安全帽、腰带1人1套。谁偷懒磨公4，当天不记工不发粮，答应了就去坡下领工具。
这道山谷竹筒架不过去，石头桥没有桥墩也架不了，修了5里石渠，到头来被一道山谷断了路。主管最长只有2丈，接3根也不到6丈。这山谷径宽10丈，中间没有桥墩，主管接得再长，伸出去2丈就往下坠。3根整根老桑木做横梁，架在2侧石壁上的凿孔里，中间这根架空横梁用斜撑木从侧面石壁撑住，重量全部分散到石壁上，不是往下压的力，是往石壁2侧推的力，石壁撑得住。横梁上面铺2寸厚的木板，木板拼缝用桐油石灰填实，做成水槽，水顺着木槽从北边流到南边，跟石渠一样稳当，这叫悬空渡水槽。整根老苏木直径至少2尺，细了撑不住10丈跨度。斜撑木用榆木，榆木硬，越压越紧，木板2寸厚，拼缝填桐油石灰，不漏一滴水。云和，二婶以前干的那些事儿，一件一件全是混账事儿。你种菜，我说你是妖术；你灭蝗，我说你得罪老天；你发种子，我偷你去年的存粮；你修水渠，我背后嚼舌头，说你一个姑娘家瞎折腾。我今天当着大伙的面给你认这个错。云和，二叔也不是东西。你家遭难的时候，我一声不吭，躲得远远的。你现在修水具，我们家天天在工地上干活，才知道你家干的事儿有多难。二叔不求你原谅，以后你家的事儿就是我们家的事儿，你指哪儿我们干哪儿，绝不含糊。麻绳还不够，再去缠10根。哎，好，我们这就去。3天前同一根竹竿，湿痕是4寸，今天只剩2寸。泉眼水位3天降了2寸。泉眼在缩，按这个速度，半个月后再缩3寸，水渠就算修通了，水量也只够浇1半的田。我活了60多年，这口泉眼从没干过，今年是头一回见底。这要是断了，全村的水渠就成干渠了。5里石渠，10丈渡水汤，全白费。修了那么大工程，又是石渠又是渡水槽，天天叮叮当当吵得山都震，到头来泉眼要干了，这不跟没修一样？我早上来挑水，一瓢都舀不满，家里的水缸快见底了。再这么旱下去，别说浇田了，喝的水都不够。山西早就干了，井水也越来越少，现在就靠这口泉眼活着。泉眼一断，咱们全村都得搬走。当康，能找地下浅层水吗？浅水层3到5丈。给。地下有浅层水，泉眼周边这几块颜色深的潮地，下面3到5丈就是含水沙层。挖浅井，一个井1天能出半亩田的灌溉水，挖8到10口浅井。水量加起来比现在正在缩减的泉眼主出水口还多。3处潮地，3到5丈深，能出半亩田的水，那就是说10口井1天出5亩田的水量，加上泉眼本来的水，够了，够用了。底下的土是潮的，比上面湿的多，别愣着了，能动的都动起来，分3队，老陈带1队挖第1口井，顾良带2队挖第2口，我来指挥第3队挖第3口井，壮人力拿铁锹挖井，女的用筐子把挖出来的土往外运，祖祖辈辈靠天吃面。今天咱们自己从地里挖水，挖出水来，庄稼就有救了。是你，地下是水，出水了，井出水了，是活水。长乐村的乡亲，我是李村李正李长称。我们村的田在下游，往年抗山七水浇地，今年山西断流3个月了，田里裂的口子能伸进拳头去。你们这水渠从主山引下来，下面有6条支渠，能不能分1道支渠给李村？我们不白要，拿劳力换。我们伤了4个人，干了半个月才修通的渠。你李村的人修渠的时候在哪儿？挖井的时候在哪儿？一个人没出，一滴汗没流。现在水来了就想分1道支渠，凭什么？我们自己的田都不够浇。新开的坡田刚摆种，浅井水只够补3成，主渠水再分出去给外村，我们自己喝什么？你李村缺水，我们长乐村不缺水，至少还有水渠。我们村连喝的水都快断了，老人孩子渴得嘴唇裂了口子，一整天喝不到1碗水，你们就眼睁睁看着。都别动手，动手解决不了缺水的事儿。水渠是为了救人命的，不是让你们为了水打出人命的。
李村现有旱地多少亩？报数。李村现有旱田32亩，其中20亩还有稀稀拉拉的苗，另外12亩地已经裂了口子，种下去的苗全旱死拔了。32亩，1亩不少，1亩不多。不论哪个村，水岸开垦田亩数算，1亩田每天配水2桶。长乐村现有坡田和示范田共45亩，李村32亩，按亩均分，不多不少，不偏不倚。水渠是长乐村修的，挖石渠、架渡水道、开前井，全是长乐村的人出力，所以李村要用水必须出容力，共同维护水渠，每月轮流巡渠，路漏清淤，一户出一个状流力。巡渠记录本挂在分水口的木桩上，谁当班谁签字，谁私下开闸偷水，扣当月的配水1半。巡渠的活可不轻，盘山15里石渠加上10丈渡水槽，1个月从头走到尾至少2天，背上要背漏扣的石灰、麻绳、凿子。你们李村的人吃得下这苦？吃得下。你们修渠的时候，我们就在对面山头看着，干着急帮不上忙。现在渠通了，巡渠清捏的力气活我们包不是1半，是包70%。你长乐村的人修了渠，巡渠的力气活就让我们李村多出人来干，按亩配水，轮流灌溉，共同维护，这条规矩公道，我们李村说到做到。要是有一户偷懒不巡渠，我这个李正亲自顶上去替他巡。2村李正签字画押，白纸黑字，谁坏了规矩就按规矩办。老孙大哥，一点心意，我肚子疼得厉害，从下午一直绞到这会儿，要去趟茅房。快去快回，别耍花样。上回那个偷跑的被抓回来打了40板子，屁股上的肉都打烂了，你自己掂量。不对，渠水流动的声音怎么变成了哗啦哗啦的喷溅声？水渠塌了，有人砸了水渠！快来人！有人砸了水渠！断面平整，是外力敲击造成的断裂，边缘有铁器撞击留下的尖锐凹痕，不是风化自然崩裂，是被人用重器故意砸开的。签底部鞋印，铁锤砸石壁，破口边缘是金属撞击的断面，不是自然崩裂，是人为破坏。鞋印和赵家上次来闹事的打手穿的鞋一个纹路，是赵家剩下的人干的。赵光宗，他不是关在牢里吗？怎么跑出来的？他越狱了。上次砸菜地，这次砸水渠，全村人花了半个月修的渠，你几锤子就砸了。这次再让你跑了，我顾良的名字倒着写。赵光宗，你买通牢头越狱在先，深夜砸毁云水主渠在后。这条云水渠是巡抚衙门正式批准的全距抗旱工程，毁渠等于断了李村赵家沟张庄一共6个村子的水源。你一条命要抵6村上千口人的命，你觉得抵得起吗？赵光宗数罪并罚，罪无可赦，即刻收监，永久关押，不得减刑，不得探视，不得保释。赵家剩余全部田产，32亩水田，15亩旱田，全部分给长乐村及周边受灾无地农户。田契由巡抚衙门重新发放。5年了，我们村5年没有稳定灌溉水了。我爹种了一个一辈子地，到死那一年，地里连浇1茬苗的水都没有。他要是活到今天就好了。风凉了，北边灌下来的这股风带了霜气，离霜降不到10天。云禾，铁根属耐旱、抗黄，但怕方壮，穗头还没饱满，霜一打，杆子先冻死。
穗头直接发黑烂在地里，坡田和示范田加起来几十亩，一查霜就是一场灾难。往年霜降后颗粒无收，今年不能重蹈覆辙。当空，能找搭棚防冻的法子吗？就草帘棚架防冻的，找有了，给。秸秆盆土保温，竹竿打骨架，秸秆编帘子盖上去，棚架底下能提升低温3到5度，霜打不透，寒风吹不进去。往年霜降后颗粒无收，是因为霜冻直接打在作物的叶子和穗头上，现在用草帘子给它们盖一层被子，霜打在被子上，打不到庄稼。全村分3队，第一队去后山北坡割秸秆和干草，要干透的；第二队去竹林砍老竹，选3年以上的老竹；第3队留在坡田上搭棚架，按照顾丫头这个册子上的图来搭。顾姑娘，我们村听说你们要给庄稼搭棚防冻，20个人全来了。水渠是你们修的，我们沾了光。防冻的活不能让你们自己干。我们村后山也有秸秆，砍了全扛过来了。今天不搭完，我们不回去。好，多谢，放那边吧。够意思。你叫什么？李顺。以后你长乐村有什么事儿，不用问，直接喊我。我们村的劳力随时到位。317口，南边3个县今年全绝收了，蝗灾加旱灾加冰霜，路上死了不少人。他们说一路走过来，道边全是饿死的人，有的整个村子全空了。听说咱们村有水渠，有防冻棚，还有存粮，全往这儿涌。后面还有更多的人在路上。上次把赵家查封的田产分配后，村里的集体仓储库房里存粮本够现有村民和上批流民吃2个月，现在又多了300多口人，2个月缩成了不到1个月。存粮不够，但人不能往外赶，外面是荒年，赶出去等于往死路上推。那就想办法。你的规矩是按路分配，能干活的分地，不能干活的施粥。300多口人，总有能干活的，先登记再分配。能扛锄头的都下地去。能下地干活的人到我这边来登记。后山南坡东侧还有闲置坡地，1户领1块，种子由村里统一发放。开垦期村里管1顿午饭和1顿粥，不能下地的老人和孩子，粥铺每天中午施粥1顿，绝不让人饿死。我领1块，我叫赵大，南开来的，会种地，会挖渠，在老家种了15年旱田，家里4口人，我跟我儿子都能干活，我婆娘也能，半大小子也能扛锄头。我和我男人都能干活，孩子放田头，不耽误事儿。顾姑娘，我家就我和这个孙子，儿子媳妇在路上都没了，我不能下地，腿走不了路，但他能，他人小力气也小，你让他干点轻活换口饭吃。我不要整块地，我也种不动，只要这孩子不饿死，我就知足了。你叫什么？我叫阿土，我能扛东西，能跑腿送水送饭，能捡石头。我奶奶腿不好，我干活养她，我不怕累。打谷场旁边新设了一个水站，每天给粥棚和田头送3趟水。这活交给你，工钱按半个壮人力算，够你和你奶奶每天2顿饭。顾姑娘，物资搬运的活交给我。我以前不懂事，差点毁了你家的菜地。现在我明白了，你做的事儿是救全村人的命。我王三儿没什么本事，但有一身力气。去偏远村寨送粮的路我来跑，山路熟不怕远。山路远，物资损耗大，跑一趟不容易。你再找2个认识路的，3个人轮流跑，别1个人扛。这儿缠3圈，拉紧，不能松，松了霜一打，棚子就塌。头2圈用力拽，最后1圈系死扣。全饱满了，一滴水没缺，一粒霜没挨，大丰收。我活了60多年，经历了7个荒年，7个荒年里5个年头颗粒无收，2个年头收成不到往年的3成。今年是唯一一个经历了大旱、蝗灾、冰冻，庄稼还丰收了的荒年。云禾，你是这个村子的救星啊！记下来：铁根素，耐旱抗蝗，根深3尺，可及深层定下水。霜降前盖草帘保温棚架，秋末全穗饱满，亩产比本地粟米高3成。再加上前井群补水法、秸秆覆土防冻法、坡田开垦轮冬法，全套记全了，1个字不许漏。全境7个县的田官，下个月初会到长乐村集中学习灭蝗阵法、云水石渠和渡水槽架决法、前井群定位挖掘防冻法、铁根苏全套种植法5项抗旱农耕技术，由你1人统一教授。这份公文是巡抚衙门的正式任命。好，我长乐村800年来没出过这么大的人物，全剧7个县的田官都来学你顾家的法子，咱们村这一次光宗耀祖了。
巡抚大人，抗旱农法确实有成效，不过铁根粟亩产比本地粟米高3成，这数据是长乐村自己报上来的。下官以为，应当现场收割1亩，当场听种，以实物核实数据，方可写进申报朝廷的公文。1亩太少，收3亩，1亩铁根粟，1亩本地粟米做对照，1亩坡田青菜称重，3亩地现割现蒸，在场所有人都是见证。本地粟米1亩103斤，铁根粟1亩312斤，3倍，真的是3倍。往年旱地1亩粟米打不到100斤，今年旱地打312，这是我这辈子见过最重的粟穗。312斤，860斤。 1亩青菜860斤，本官在任20年，没在旱地里见过这个斤数。顾姑娘，方才是我多嘴了，这份数据我一字不改，原样呈报。顾姑娘，今天3亩地3个秤，我全程站在人群最后面看着，你们的丰收状况真是令人震惊。老爷有何贵干？还是直说吧。陈家有6处庄子，分布在3个县，加起来是300亩旱田，想求顾姑娘把铁根粟种植法、秸秆覆土防冻法、前景群定位法3套图纸借我抄一份。图纸可以给你，但有2个规矩：第一，种植图纸所到之地，种子统一按平价售卖；第二，每个庄子抗旱造物种出来后，要留3成、9成受灾最重的5户。成，2个规矩我全答应。我陈某人今天就在这棵槐树下立字为据。顾姑娘，我是周家寨的寨主周大石，我们寨子地全旱了，全眼干了，存粮吃了2个月的树皮和观音土。今天听人说长乐村大丰收，我带了寨子里还能走的12个人，跑了4个时辰山路，求你看在都是种地人的份上，救救我们寨子。沟里36户，断粮12天，树皮吃完了，再挖观音土。12天断粮，还在挖观音土，观音土吃多了肚子胀，拉不出来能胀死人。我去煮2锅粥，先让这秀下吃饱再说话。今年长乐村大丰收，是因为全村的田都引了水，盖了棚，下了铁根粟种。但我们的存粮也不是取不完的，317口流民的口粮，全村自家过冬的储备，明年开春的种子，每样都得留够，能拿出去救济的，是算过账之后多出来的那一步。顾姑娘，里村不要多，只要够种子。春播的种子有了，我们自己开荒种地；口粮我们自己想办法，挖野草、剥树皮都行，只要给种子，我们就有了活路。周家寨比里村惨，别说种子，连能下地的人都没力气了。我们需要口粮，够全寨120口人撑10天的口粮，撑过这10天。寨里几口前井按顾姑娘的法子重新挖深，就能出水了。王庄不跟周家寨抢口粮，你们人多吃的多，我们王庄28户，孩子多，大人饿着能扛，孩子饿一晚就哭到天亮。顾姑娘，能匀一点菜干、菜苗给我们吗？菜长得快，种下去20天能收，孩子们就能熬过去了。周家寨120口人，缺粮最久，200斤粗粮加50斤菜干，撑到前井出水。里村种子优先，铁根粟种子60斤，王庄和赵家沟各给100斤粗粮，30斤菜干，每村搭2筐青菜苗，回去种在前井旁边，20天能收1茬菜。你们都听仔细了，这些粮、这些菜干、这些种子，长乐村分给你们，不是因为我们粮多到吃不完，是因为顾姑娘说救灾不能只看自己村。你们拿了粮回去，把地种好，明年你们村丰收了，哪个村再来长乐村求助，你们也得伸手帮一把，这叫有借有还。谢谢你们。我替沟里那些饿肚子的人给你们磕头了。长乐村不兴磕头，有力气磕头就力气背粮回去。去物资堆那边吃饱了再走。我娘烧好了粥，2碗粥下肚再扛粮，别半路上饿晕在沟里。这种窄道不能走板车，从长乐村到鸦雀岭20里山路有37个这样的拐弯，我算过了。一车粮走完这20里，至少撒掉2成的粮。板车不走了，把山路分成4段，
每段5里设一个转运站点，板车负责村口到第1站这5里，路宽能走车。后面3段把粮食拆小包，一人扛20斤，蚂蚁搬家。各村前来领粮的人在第1站等着接货，各回各村。 4段转运站好办，但转运站之间得有人守着接应，万一哪一段有人滑倒或者粮带破了，没有人接应，前面的人不知道后面出了事，我留下守第3站，那段悬崖路最危险。听好了，20里山路分4段，每段5里。第1站到第2站是碎石口上坡，脚踩稳了再换脚。第2站到第3站全是悬崖边上过，贴着左边石壁走，不许往下看。第3站到第4站下坡多，小心滑。6个人2两一嘴，一段一段接。天黑前必须把12袋粮食全部送到鸦雀岭。长乐村管事的站出来！ 县衙粮科递了公文，说你们村这几天往外送了几千斤粮，5、6个村子10几辆板车，连流民都帮着扛。赈灾粮发放得先立册、先报备、先盖印。你们发粮经过县衙了没有？你是哪位？县衙粮科孙主簿，专管全县粮食调配入库出册。你自己报个数，发给周家寨多少斤，王庄多少斤，赵家沟多少斤。我这账本一个字都没有，没有县衙的印就是私分，私分赈灾粮，按规矩要追回。什么私分？ 那是我们自己地里长的粮食，辛辛苦苦挖了3个月的渠，种了1季的铁根苏，打出粮来分给断粮的村子救命。县衙1粒米没出过，1滴没浇过，1锄都没挖过，凭什么要县衙盖印？说得好，粮是你们种的，但规矩不是你们定的。全县赈灾粮的调配，从入库到出库到分到每个灾民手里，每一步都得有公文、有账册、有签字。你们长乐村自己分完了，其他村子呢？县令大人要是问起来，我拿一本空账本交差。 孙氏不要账册，有。你要查，我让人把账搬过来，你就在这石碾上一页一页翻。不过翻之前我先说清楚，这粮不是县衙拨的，是长乐村的地里长的。长乐村分自己地里长的粮，不叫私分。好，长乐村有种。不过我今天来不是跟你们吵架的。赈灾银2天后到县衙，银子和粮不一样，粮你们自己地里能长，银子不能。到时候谁分多少，按什么章程分，不是你们长乐村自己能定的。 银子到了县衙，盖了官印，就是他们说了算了。玉和我们该怎么办？放心，我自有办法。朝廷拨下赈灾银500两，指明由本县统筹分配救灾物资。本官的意思，全交给你处理。长乐村的灌溉系统、铁根苏种子分发、周边村庄口粮，你最清楚哪个村缺什么、缺多少，你说了算。 大人，500两赈灾银全交给一个小姑娘，恐怕不合规矩。赈灾银两应当由县衙统筹，乡绅协办。我马家在本地有田有粮仓，可以代为采买救灾物资，价格比市面上低半成。银两交给我，我按最低价采购，余下的银子还归公。马老哥说的对，500两不是小数目。一个小姑娘没管过账，万一账目出了差错，谁担这个责？赈灾银两最好是分成2份，一半交给顾姑娘买粮买种子，另一半由我和马老哥采买东一东贝，分头办效率高，互相也有个对账。两位说的都对。 500两不是小数目，所以才要公开。从现在起，每1两银子的去向，每一个铜板的支出，一笔一笔写在账上。这本账不锁在县衙柜子里，就放在大堂门口，谁都可以翻。不光是银两账，粮食仓库的入库出出，各村领粮的签收单，流民口粮分配，每条账都一式2份，一份挂在打谷场公告栏上，一份由5个村民代表每人抄1页回家，5个人各抄一样的账，对不上就是有问题。 顾姑娘，你这是不信任我们。马家在本地3代精粮，从爷爷辈起就跟县衙做粮食采买，我拿自家的声誉担保。马乡绅，3年前你替青石村采买过冬粮，报的账是200担粟米，实际运到村的130担、70担差价进了你的粮仓。这件事在州府的旧档里有记录，要本官调出来给你看吗？本官在此宣布2件事。 第一，赈灾银500两全交由顾屋和统筹分配，任何人不得以任何名义插手账目。第二，此案结束后，立即彻查过去5年全县所有赈灾记录，凡差价进私人扣袋者，一律追回银两，再加罚1倍。贪没赈灾款比贪没官粮罪加一等。顾姑娘是吧？久仰，在下孙万才，
做粮食生意的。听说你的铁根粟今年一亩打了312斤。孙掌柜连夜跑4个时辰过来，恐怕不是为了听我说一句你好吧？爽快人，我敞开天窗说亮话，你的铁根粟全部种子有多少我要多少，价钱嘛，市价翻1倍，1斤种子给你市价2斤的钱，但要签一个契约，铁根粟种子只卖给孙家粮行，你不能再卖给别家。孙掌柜，你的意思我听明白了，你要全部种子垄断铁根粟的供应，1斤种子翻1倍价卖给孙家粮行，转手你卖给周边受灾村落，可以卖5倍、6倍甚至10倍的价钱，对不对？卖多高的价是我的本事，我承担风险，万一运粮路上损耗了、发霉了，亏的是我，你只管收钱就行，每斤多赚1倍。旱地里种出300斤1亩的粟米，全地区就你这一份，你应该拿这份独家的钱。独家？铁根粟不是顾家的，是长乐村全村人一条渠一条渠挖出来的。你要独家，得问全村300多口人答不答应。乡亲们，我孙万才做生意一向公道，铁根粟种子，顾姑娘卖给谁都是卖给我，1斤顶2斤的钱点银子。你们辛苦种了1年的地，多拿银子回去不好吗？再说我收走种子卖给外地，你们长乐村的粮也不会少1粒。成人之美，各取所需嘛。孙掌柜，铁根粟你翻1倍价收，转手卖给鸦雀岭周家寨那些断粮10多天的村子，你卖几倍？3倍、5倍？饿着肚子的人没得选，你要多少倍，他们只能掏空家底凑钱买。这不是成人之美，这是趁人之危。我们村的种子，我们自己定规矩。云和早就定了，铁根粟种子统一按明价卖，谁来买都只卖够种的量。你是粮商也好，官差也好，哪怕就是巡抚大人亲自来，也是这个价，也是这个量。你可以掏钱买，但不能把全村的种子买断。孙掌柜，老汉我种了40年地，没见过旱地里长出300斤的粟米，这是顾姑娘带着全村的劳力一锄头一锄头刨出来的。你拿几个银当就想买断，老汉我第一个不答应。既然长乐村的乡亲们不卖面子，孙某告辞。不过我有句话搁在这儿。过完冬就开春，开春就要种地。你们说报边插卡村子到处要铁根粟种子，是分给10村还是分给30村？分不过来的时候，自然会有人来找我买。到时候我定什么价，也是我的规矩。孙掌柜刚才说，到时候自然会有人找他买，他说错了。从今天起，凡是来长乐村求种子、求种粮的村子，我们一视同仁，评价、定量、签契。只要种子够，不差一个村，用不着任何人倒手。没错，从现在起，铁根粟种子一粒不准私自出售。每家每户收了多少种子，全部入灿储库房统一登记、统一保管。开春之后，由顾家丫头按各村耕地面积统一分配。谁偷偷拿种子出去卖高价，别怪村里不讲情面。顾云和听宣，朝廷行文下发州府，命本州征召长乐村顾云和即刻前往州府，全区推广抗旱农耕表技术。传授铁根群种植法、截山地、加空木土修筑法，共计4项全套农技。州府会拨出公田100亩作为示范田，由顾云和全权负责规划。全境推广是好事，但我每月必须回来一趟。毕竟长乐村的云水渠需要定期检修，冬麦田需要补种，仓储库房的过冬储备也需要清点。当然没问题。你在州府待半个月，回来半个月，本官安排1匹快马和1顶官轿，往返6天路程，州府分担1半路费。另外，你的铁根粟种植法，朝廷准备编入明年的农政全书，传示各州县。顾云和用种子开荒，带大家挖水渠、打浅井、种铁根粟、盖防冻棚。317口流民是他收留的，4里8乡10几个村子是他救的。现在朝廷征召他，是给我们长乐村长脸，我们大家要支持他。顾姐姐，你去州府，我们种的铁根粟、冬麦田、云水渠谁来管？铁根粟种法我学会了，从选种、进种到播种间距、出土厚度，云和教了我3遍，我一笔一记在本子上，这点你们不用担心。至于云水渠检修，李顺会带人管。前井群水位，云和去州府之前把每个井的水位标好，井台上有刻线，水位低于刻线就补挖。有我在，水渠就不会干。云和离开后，水渠要是缺一块石头、漏一滴水，我李顺第一个跳进渠里补。云和丫头，这是我家今年收的头批粟米，一点心意，多亏你，咱们才能熬过荒年。以前我霸占后山荒地，处处为难你们，如今跟着修渠运粮，总算能做点实事，弥补过错。以前我心眼小，总算计顾家，如今全家安稳吃饱饭，全靠云和不计前嫌。这糕是我亲手蒸的，你就收下吧。从攀岩对落穿越成痴傻孤女，旱灾蝗灾，权贵欺压，亲戚算计，一桩桩扛过来，如今总算全都翻篇。二姐，以后我们再也不用啃草根了，对不对？
往后顿顿有粮食，一年四季都有青菜。云禾，娘从前日日发愁，怕一家人熬不过荒年。如今全家平平安安，旁人也敬重咱们顾家。从前谁都能踩咱们顾家一脚，现在两村百姓都记着小妹的恩情，再也没人敢欺负我们。我跑遍周边村镇，家家户户都在用你教的云水种粟法子，全剧没人在挨饿。当年赵家仗势欺人，婚约羞辱，百般算计。如今赵家产业全分给灾民，赵光永久关押，所有恩怨一笔勾销。咱们顾家不靠权贵，凭本事站稳脚跟，全村人都敬重。从前人人笑话顾家吃丫头，如今十里八乡都来求云禾给种子图纸。州府大人令我2人前来送信，西北全境爆发特大旱灾，田地干裂，寸草不生。各州官员恳请你前往西北，全套云水、抗蝗、耐旱种植法子全域传授。二姐，你还要走很远的路吗？能不能留在村里不走？西北路遥远，又是大旱之地，一路奔波太过辛苦。云禾，你路上一定要小心啊！长乐村的难关已经彻底度过，可西北还有无数百姓困在旱灾里。既然我掌握活命的法子，便不能坐视不管。西北百姓和咱们去年一样，守着干裂土地无粮可吃，我得过去一趟，把全套农耕法子交给他们。我和巡抚说好，每月回乡，水渠、仓储、种子分发都有大伙照看，不必担忧。你们放心，州府会安排马车护送，往返路途有人随行照料，每月还有固定假期，云禾会被我们照顾好的。荒年的泥泞屈辱尽数消散，家人安稳，万民有粮。这一路所有艰难，终究都有了圆满归宿。